俺叫扶贫，今年3岁半，俺有3个身份。闺女，你放心，现在咱家有钱了，再也不用吃糊糊了。听说魔界出了混沌灵根啊，到底是谁？魔界为什么死活不说？师兄们，俺是不是很厉害？但是别乱跑，别乱吃奇怪东西，别摔坏衣服，别破坏账本，别受伤。俺又不是小孩子。咱家剑宗团宠小师妹第2季正式上映。俺感觉又有人要给俺送钱了。哟，这不是天剑宗那群穷鬼吗？小师，什么小师妹？我们小师妹在这儿呢。没关系，理解。毕竟他是青云宗的，立场要对。他们发财了，买这么多。熊师姐，你忘了上次在幻兽迷墟，那个3岁小娃娃坑了我们多少零食啊？是啊，差点忘了。就是那个小娃娃吗？挺可爱的。哼，可爱有什么用？杂灵根一个，还是靠我们大师兄给的极品间接丹才引气入体的。除了有点可爱，根本没前途。你们不是说他可以亲近妖兽吗？除了有点可爱和亲近妖兽，根本没前途。熊师姐还挺严谨，补充条件补得很快。快走快走，别又被缠上。碰上他们准没好事。也不是，他们之前确实贡献了不少灵石。幻兽迷墟，青云宗贡献1600灵石，外加1颗极品进阶丹。俺哥说过，做生意要有格局。青云宗的道友们好，好久不见！你们也来逛街啊？上次多谢你们的零食，那颗进阶丹特别好用。欢迎下次再来消费。客户不想交流没关系，下次消费就行。师兄们都有新剑了，但剑上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像没穿衣服。得给师兄们的剑买点配饰。我们去买剑饰吧。老板，这个，俺都要了。这个适合木灵根剑修，能增加1点防术，还能稳住剑气。3师兄，这个配恁的青木令剑。很合适。4师兄，这个给恁。小师妹。5师兄，这个好看，也配人。小师妹眼光真好。冷静。6师兄，能天天记东西，得静心。我会记录这件事。这个也要记啊？要，很重要。大师兄的剑也光秃秃的，天外云铁剑那么好，得配一个低调又好看的剑髓。小客人好眼光，这个是银参丝剑絮，时尚品灵石，配那位道友的剑刚刚好。老板，这个我要了。这位客人是这位小客人先看上的。我们小师妹看上了，就是我们的。小师妹看上这个剑苏，是她的福气。你们天剑宗的人买什么剑饰？那破剑配得上这么好的东西吗？就是，快让给我们小师妹。这个是俺先看上的。扶贫师妹，你连剑都没有，不如让给上官师妹。不可以。为什么？这是俺买给大师兄的。你买给你师兄？对，每个师兄都有。怎么，你们小师妹没有给你们买过吗？看来是没有。我以后也会给师兄师姐们买好东西的。对，我们小师妹以后也会买的。我们小师妹是雷灵根，宗门未来天骄，我们宠她一点怎么啦？就是，我们小师妹还小，哪有让小孩子送礼的道理？她小，俺不小吗？俺才3岁半哎。你们这么穷，用的也不是什么好剑，没必要用那么好的配饰。而且，这个剑素
明明是雷系剑更配。你这把剑是挺好的，但俺觉得它和俺大师兄的天外云铁剑更搭。笑死我了！整个修仙界现存的天外云铁剑不超过3把。你们天剑宗也配？他大概觉得俺在说大话，其实俺没说大话，俺只是说了他们不敢信的实话。天外运铁，整个修仙界现存不足3把，你托小师妹的福才收到。大师兄这句话比拔剑还帅。负偏小师妹，你师兄的剑卖我一把行不行？多少钱我都出。有钱师兄，有的东西可以花钱买，有的东西不可以，比如俺师兄们的剑。赵有钱，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出息不了一点，这可是有钱都没处买的宝剑。这些剑真的和你有关？这是俺们天剑宗的宗秘哦，无可奉告。小师妹学魔兵化语，效果极佳。为什么你的师兄们都有这么好的剑，而你没有？而且还要你一个3岁半的小孩送剑士，这些剑士要几十上品灵石，但一般炼气期的剑几百中品灵石就有。你觉得俺是买不起吗？俺只是在等一把适合俺的剑，而且俺虽然没有剑，但俺有师兄们。俺怎么了？上官姐姐，你的师兄师姐们对你那么好，你总不会舍不得吧？老板，结账。原本就是小客人先看上的。谢谢老板。大师兄，送你。上官姐姐，下次见。下次记得给你师兄师姐们买东西哦。你刚才很厉害。三长老是长辈，不好下场跟小辈吵架，但俺看他刚才那表情，估计心里已经鼓掌800遍了。小师妹，你刚才那几句话比剑还锋利，上官海棠的脸都黑了。不是黑，是紫，我看到了。俺只是实话实说，有时候实话才最扎心。天剑宗对外交涉记录，对手青云宗上官海棠，方式、语言、结果完胜。小师妹没有剑，但小师妹有嘴。六师兄，这个也要记？要，这是重要战斗记录。大师兄嘴上不说，但他喜欢，他特别喜欢。小师妹，石油品花得值，特别值。终于要回去了，带着灵石，带着矿石，带着新剑，还有三师兄买的狗，不对，燕獒。俺记得他，半年前就是他送俺去修仙界。小鬼，出了魔界千万别暴露魔气，别让修仙宗门的人抓你去炼丹，还挺讲究。他认出俺了。这一次回修仙界和上一次不一样，上一次俺只有3块下品灵石，这一次俺有师兄们，还有好多好多矿石。小崽子，混得不错。过奖，下次还坐您的船。小师妹，快点，回去给你做馒头，还有糖糕。回去先体检，再吃。慢点跑。魔君家的崽子就是不一般。3岁半的金丹期，他娘的，魔君这是生了个什么怪物？终于回来了。
修仙界的空气闻着都像能省2块下品灵石。万仙盟的传讯，估计是讨论混沌灵酰的事。老夫去就回，顺便去黑市把矿石卖了。长老，这个也卖了。好，你们先回宗。刚刚在魔界买的，便宜。以前是扫地僧，现在升级成了飙躁僧。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看天宗宗特别顺眼，可能是因为兜里有钱了。很好，水系剑要用火养，土系剑要接地气。五师兄像在给剑做法事。寒霜剑初次保养，水温适宜，剑体反应良好，手差点冻僵。帅是真的帅，但俺觉得大师兄可能只是不知道该怎么保养天外云铁剑，毕竟他也是第一次见。每闻一口都觉得神清气爽，有钱宗门的饭闻着都不一样。这辣的有点过分了，还行，能接受。我是不是在渡劫？不辣啊，可能因为俺从小在魔界长大，魔鬼辣椒确实还行。下次我多做一点。我给二师兄传个讯，让他别找矿了。咱们现在有钱了，不用他挖了。可惜了，他要是在，也能坑到一把好剑。他从头到尾都没参与，亏大了。平时传讯，我跟他说过小师妹的事儿，他说找了3年矿，攒了点家底，等他回来，一起养小师妹。这狗不对，这燕獒看门还没开始，看草倒是挺积极。三长老像飙车的老和尚，大长老像刚下班的铲屎官，二长老像刚从炼丹房逃出来的火攻。俺现在像一块刚出炉的丹药，每个长老都想验一遍品质。好，混沌金丹，根基打得比老夫的鞋底还厚。不错不错，这招声东击西好，锅甩魔界了，谁也查不到咱们头上。不止，还坑了魔界不少好东西。好剑啊，好剑！哎呦，你们这是去魔区渡劫还是去打劫？天外云铁啊，真舍得呀！这把剑放修仙界，能买下一座城。托小师妹的福。不是俺的福，是俺爹和俺哥的口袋。好了，都让让。陈光，过来。魔界少主给的那袋矿石，老夫已经处理了。寒冰碎，老夫留了一块自己修炼用。禅宗法器的钱赔了300上品，剩下的刚好3000上品，留着剑宗。这是5吨幽冥玄铁矿卖的，5000上品。5吨幽冥玄铁矿，5000上品，收到，不是账错。这里面是适合我们各自属性修炼的珍稀矿石，从小平儿那袋里挑出来的，记入宗门库存，以后谁修炼需要就取。六师兄以前字很好看，现在像被俺爹附体了。其他的都卖了，卖了10万上品。10万上品，从入天剑宗到现在，所有收入加起来，卖破烂，卖妖兽肉，给别宗打工，帮人跑腿，连这个数的零头都没有。
我们有钱了。这4个字从天剑宗弟子嘴里说出来，分量不亚于我渡劫飞升了。长老，这次万仙盟开会说什么了？修仙界那边还以为魔族出了混沌灵根，而真正的混沌灵根正站在天剑宗山顶，刚吃完魔鬼辣椒。没什么，就是猜测混沌灵根是谁而已。毕竟谁也没打听出来。哼，魔界的嘴太严了，问啥都不说。哼，他们能打听出来才怪。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混沌灵根是谁。哦，我们知道，但他们不知道我们知道。这段话有点绕，但俺听懂了。反正就是他们查不到俺头上。然后万仙盟又讨论了一下下一届万宗大比。什么是万宗大比？30年举办一次的比武，各宗弟子大比，决定宗门排名。哈哈哈，我们天剑宗从长老那代开始，剑术一直第一，基本没什么悬念。剑术这块儿，我们没输过。只比剑术吗？不是，也比炼丹、画符、阵法、炼机什么的。只是内心我的一样懂。天剑宗很强，强得非常偏科，但有剑就够了。靠剑一样能拿第一。剑修不需要别的。还有1个月，不急。当务之急是建设宗门。老夫收到传讯后，第一时间去了一趟宫闾阁。明天他们会派弟子过来估价。宫闾阁是修仙界将术鼻祖，价格不便宜吧？我以前在那儿打过兼职，阁主答应给老夫员工价8折。8折能省多少？大概能省出一间食堂。终于为宗门省出了一间食堂，这就是打工的意义。洞府不用修吧？都住习惯了。能省则省。修洞府还不如修个藏书阁。我们连藏书阁都没有，书都堆在各自洞里，想看还得串门。藏书阁很有必要。明天跟宫闾阁商量一下，加个藏书阁，看看要多少钱。要是再有钱一点，我们可以修一下剑罩。剑宗没有剑罩，确实说不过去。师宗师祖们的剑都没地方放，这个太花钱了，以后再说。剑朝的事以后再说，先把眼前的事办了。天剑宗改造初步计划：1. 议事大殿，2. 食堂，3. 丹房，4. 藏书阁，5. 宗门大门，6. 建筑暂缓。天剑宗终于要变样了，不是因为别人施舍，也不是因为长老们出去打工，是因为我们真的有钱了。看起来就很贵，不对，看起来很专业。那种微妙，翻译过来大概是我接过很多大项目，但没见过这么寒酸的开场。你们天宗宗确实需要改造。有劳了。莫讲师，您看看怎么改最省钱，我们不挑。我尽量。你们这儿灵气虽然稀薄了点，但山势不错，改造一番，勉强能凑出个像模像样的宗门。稀薄，当然稀薄，都被我家小偏儿吸干了。丹房放这里，够远吧？够远，炸了也不容易伤到主峰。原来建宗门这么复杂，不是有钱就行，还得会量、会算、会防诈。议事大殿建在山顶，宗主洞府旁边，方便召集弟子议事。食堂建在侧峰半山腰，离所有洞府都不远不近，方便弟子用饭。丹房建在后山山谷，越远越好，免得炸炉时把别的房子也炸了。藏书阁建在主峰山腰，议事大殿下方，方便随时去看书。
虽然我们目前没什么书可看，先建了再说。第一项，议事大殿，可容纳1000人的议事大殿，部分材料你们自己提供的话，总造价6万上品灵石。6万上品，10万还没捂热，就要少一大半。剑宗们真烧钱。第二项，食堂，可容纳100人的食堂，带后厨，2000上品。食堂这么便宜？食堂不需要防御法阵，厨房也不需要，除非你们打算在厨房里炼丹。看老夫干什么？老夫又不是没地方炼丹。第三项，丹房，这个贵，因为要加防御法阵，100瓶1万上品造价。100瓶就要1万！防御法阵贵，丹炉爆炸的威力不亚于金丹期自爆，法阵要扛住这个级别冲击，材料费、人工费、阵放师出场费加起来就是这个价。那就先建个100瓶的小丹房，能省则省，够用就行。第4项，宗门大门，用料白玉石柱4根，门楣用玉砂石板，瓦片你们自己出，不装饰门面3000上品，要装饰门面的话1万上品。能装一半吗？怎么装一半？就是不装那么花哨，但也不能太寒碜。那就减少装饰，5000上品。行。原来10万上品很多，但也没那么多。宗门还没建完，就已经花掉一大半了。天剑宗的底蕴确实值得改造。此藏书阁集实用与风雅于一体，可容万卷典籍。阁下意下如何？这怎么可能？天宗宗改造初步估价总计6万上品灵石，原工价8折。贵宗山门确实需要改造。唉，这是遇到土匪了吗？唉，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这是全部了，拿去吧。确认无误。六师哥，我的全部家当。啊，这么大的船，一定很厉害吧？分工，老夫负责议事大殿，丹房归我，后山开荒我来。有钱之后，长老们都不打工了，开始打宗门了。这些灵鸟就是占了宗主洞府靠下蛋交房租的那群，现在看起来房东被施工吵到了。大概是灵果太香，他们原谅三长老了。这个位置很好，万一炸了也不会连累食堂。食堂很重要。收到你传讯的第一时间，我就顺了不少青云宗的炼丹材料，反正他们库存多，少一点也发现不了。俺看到了，长老们的道德底线比俺想象的灵活。不错，像个能活下去的宗门了。小平儿，你敲泥块的姿势很有剑意。真的吗？这不是敲泥块，这是剑法。而且他用的是左手，他是左撇子啊。不是，俺只是右手拿着馒头腾不出手。这味道比上次那麻袋还浓，很熟悉。它以后长出来的灵米会不会有味儿？不会，只会更香。这个法阵能防止山林妖兽偷吃灵田里的东西，
以前的山门，狗路过都不知道这是宗门，现在不一样了。三师兄，咱们以后是不是不像琼宗啦？至少门不像了。宗门大门建好了，白玉石的。你回来别走错了。可能二师兄还在挖矿，信号不好。灶台要多几个，烟囱往那边走，别熏到吃饭的人。四师弟平时练剑没这么多要求，一到厨房，整个人都发光。你是厨子？我是门内弟子。我问的是职业。四弟子。行吧。厨房按他的要求做，灶坑挖深一点。四师兄，这厨房是不是有点大？不大，以后宗门人多了，要够用。天中宗现在才几个人，但四师兄已经开始幻想100人食堂了，很有梦想。这是我见过最好的厨房。你一共也没见过几个厨房。但这个确实很好，以后吃饭有地方了，也算宗门气象。能吃热饭，很好。对，热饭很重要。以前天剑宗很穷，可现在有大门，有厨房，有灵田，有丹房，有藏书阁，有议事大殿，它好像真的要变成一个像样的宗门啦。天剑宗以前像一群人住在山洞里，现在终于有一点宗门的样子了。虽然10万上品花没了，但这些东西会一直在。真好。五师兄负责改造洞府，不用大改，但门口需要装饰。然后他在这方面展现出了惊人的热情。大师兄这里要高雅，三师兄这里要清秀。这花不会烧洞府吧？不会，只是像火。富贵，非常符合五师兄对自己的定位。好看，也不费钱。等二师兄回来，第一个看到的就是他。二师兄会喜欢的，这个秋千很刺激，荡到最高的时候，下面就是万丈深渊。不过没关系，俺会飞，就算秋千断了，也摔不死。小师妹，喜欢吗？喜欢。慕容卓监工成果。小师妹洞府花最多，有秋千；其他师兄洞府花一般，没秋千。五师兄偏心，偏得明目张胆。六师弟，你写什么啊？宗门绿化记录。此阵法布完后，元婴期以下难以强闯。很好。啊！原来六师兄枕头底下藏的是这些，难怪他每次记完账都叹气，不是为钱叹气，是为小说里的主角叹气。六师兄，这些算藏书吗？当然算，这是研究魔界风土人情的重要资料。大师兄辛苦了。不辛苦。大师兄说不辛苦的时候，已经搬了3块门板、2根梁、4个阵盘。他好像真的不觉得辛苦，也可能是不知道怎么拒绝。三师兄，吃糖。谢谢小师妹。这个糖真顶，吃一颗能干半天活。甜得很魔界。甜度约为修仙界糖果3倍，提神效果明显。大师兄，
也吃。大师兄说太甜了，太甜了，但他没有吐出来，还笑了，所以就是喜欢。半个月前，这里还是一堆山洞。半个月后，它真的像个宗门了。钱花没了，但家变大了。以后终于有地方开会了。这是我见过最好的灶。你一共也没见过几个灶。四师兄的梦想已经从一口锅升级成8个灶，很励志。可以炸了。我是说可以开始炼丹了。二长老这句话听着很危险，但好在丹房修的离食堂很远，食堂安全就好。上面得刻字。确实，不刻字儿，别人不知道这是咱宗。而且这么好的门，不刻字可惜。谁刻？我。你是全宗最有文化的。比隔壁青云宗的字好看。青云宗那字儿是找名家写的，花了不少钱。那我们还赚了。六师叔高兴的时候脸不红，耳朵红。再等几十年就能收了。大长老手里的东西很补，也很冲。丹房，二长老，食堂没事吧？成功了！第一届培元丹，虽然品相不太好，但能吃，应该能吃。什么叫应该能吃？就是吃了不会死。那吃了会怎么样？可能会拉肚子，但不会死。能吃就行，拉肚子总比没丹药吃强。对，咱们以前连拉肚子的丹药都没有。这话听着很惨，但好像是真的。等我再炼几炉，品相就好了。炼丹这事儿熟能生巧，下次炉盖应该不会飞了。以前吃饭是在露天石台上，风吹日晒，下雨还得端着碗跑回洞府。现在不一样了，有屋顶，有桌子，有椅子，像个真正的宗门食堂了。咱们天剑宗终于像个正经宗门了。有大门，有大殿，有食堂，有丹房，有藏书阁，有灵田，有果树，有花，有秋千。这一杯敬小千儿，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天剑宗，没有他，老夫还在玉灵宗插屎。没有他，老夫还在青云宗烧锅炉。敬师兄们，敬长老们，没有恁们，也没有俺今天。这一生向天震宗的新开始。这辣椒后劲还是这么大，我觉得刚刚好。我是不是在渡劫？这辣椒比魔界的还辣。就是魔界买的。年纪大了受不了，解辣丹，你俩要不要？要。不辣啊。真的不辣，可能俺在魔界吃糊糊吃习惯了。对了，二师兄本来想赶回来的，但是半路要突破了，只能先闭关。那就是元婴了。没人护法，他能扛过去吧？二师兄那么厉害，肯定能。到时候咱宗就有2个元婴弟子了。宗门战力更新，大师兄沈清晨元婴中期，二师兄傅少即将元婴待确认，三师兄苏宁金丹后期，四师兄岩川金丹后期，五师兄慕容卓金丹后期，六师兄顾晨光金丹中期，小师妹福群金丹初期，长老化神期3位。备注：
从今天起，谁还敢骂天剑宗不行？不对，压根儿没人敢说天剑宗不行，他们骂的是我们穷。备注：从今天起努力搞钱。现在终于开始变得不那么穷了。突然觉得这里真的变成家了，不是魔宫那种家，是真正的属于自己的家。小师妹，晚上凉，披上。谢谢三师兄。别坐太晚。宗门很好，师兄们很好，一切都很好。长得好，长大了给小平儿炼药。失败是成功他祖宗，多失败几次，祖宗就来了。正常的，终于是正常的。这一件手腕要再转一点。苏宁，你这一剑太软了，像在炒菜。言川，你的剑不是门板，别老想着拍人。慕容卓，擦剑的时候别对着光看，伤眼睛。晨光，记账的时候别叹气，影响士气。清晨，你继续，老夫没什么可说的。师兄们看俺的眼神已经从需要保护的小师妹变成了这小孩到底什么怪物。火候稳一点，别学言川。不错，比普通火灵石好用。小燕，声音小点儿。元婴剑，18道雷。交界叔叔，是不是二师兄？他一个人渡劫，没人护法怎么办？二师兄上次说没问题，让我们别担心。他说没问题就真没问题。按照二师兄过往记录，他说没问题的时候，通常确实能活下来。这雷看着在交界处，赶过去也赶不及。以傅少的体魄，应该扛得住。毕竟在矿洞里挖了那么久矿，天天跟石头打交道，皮糙肉厚。第9道、第12道、第15道，每一道雷都像劈在大家心上。虽然隔得很远，但俺知道师兄们都在担心二师兄。渡劫的人成功了，虽然不知道是不是傅少那孩子，但祝福他吧。二师兄，刚才渡劫的是你吗？是的话回个信。是，活着，养完伤就回去。活着就好。二师兄傅少渡劫成功，修为元婴，人活着，剑不知道还在不在。等他回来。第一次以不贫困形象参加大型活动，不能咒。出门在外，馒头最稳。这剑擦起来都有压力，出门要精神一点儿。大师兄应该也觉得这次出门和以前不一样了。看起来就是个普通的小天才。普通吗？3岁半练气后期，哪里普通了？对啊，哪里普通呢？修仙界平均数据，10岁练气后期才算天才，3岁半练气后期算怪物。那就当他是怪物吧，反正咱宗也不差这一个。长老，您这话听着不像夸俺。这是俺第一次从西山门出发，去参加万宗大比。俺们天中宗不再是那个只有山洞的穷宗了。万佛山，一看就很有钱，不对，一看就很有佛缘。怎不见苦花昔日璀璨，却
这地方大的离谱，俺要是跑丢了，估计三师兄能集出第2个金丹。旗是破了点儿，但字很硬，像我们天剑宗，穷归穷，骨头硬。诸位施主，请随我来，我带你们去天剑宗的站位。不用，你去忙吧，老夫熟。前辈以前来过？来过，30年。原来是天剑宗的望京师叔，失敬失敬，那劳烦你了。三长老在禅宗的名声可能比在天剑宗还响。不过大概不是因为打架，是因为扫地。四面楚歌，不对，四面都是人。不要和青云宗的人吵架，也不要打架，打架也不要打脸。长老这个要求听起来很熟练，像以前吃过亏。那如果他们先骂我们穷呢？以前会心虚，现在不用。但也别把10万上品花光的事说出去。天剑宗虽然穷过，但到底还是5大宗，有些位置别人再有钱也坐不上。打姑子了，上官姐姐，又装看不见，没关系，俺看见他算了。是你？你怎么变化这么大，进步的也快？糊涂长老还是不知道理好。小师妹，好久不见，想死你了！小师妹，这是新培育的灵果，你尝尝。小师妹，我家灵都想你了，你穿新衣服了，真好看。御灵宗的人还是这么热情，就是每次热情的有点急。青云宗的人每次想跟小师妹说话，都会被御灵宗截胡。活该，谁让他们当初不要小师妹的？别说了，糊涂长老还没走远。他走远了。青云宗不要俺，御灵宗抢着喂俺，这就是选择不同，结果不同。御灵宗的人怎么这么喜欢那个小娃娃？听说他能亲近妖兽。哦，难怪雷一虎对他比对御灵宗的人还温顺。天哪，这小娃娃才3岁半吧，这就练气后期了。天剑宗真是捡到宝了，人少，但每个弟子都是丹灵根天才。不对，那个小娃娃是杂灵根，之前青云宗测过的。青云宗这是走宝了呀！可不是嘛，而且他还能亲近妖兽，你看御灵宗的人稀罕的不得了。周通霄上次说了青云宗一顿，说没有介绍这个小娃娃去御灵宗。杂灵根而已，我们才不稀罕。哼，不过是靠大师兄的极品丹药引气入体。对，肯定是丹药的问题，才让他运气好到了炼气后期。杂灵根可能这辈子也就炼气后期了，想筑基，估计遥遥无期。雷一虎真贴心，比有些人会说话。炼气后期，3岁半，杂灵根，就算有极品丹药辅助，半年从引气入田到炼气后期也不正常，除非……后悔了吧？当初你们青云宗不要的小娃娃，现在可是我们御灵宗的座上宾。人家小娃娃不仅能亲近妖兽，修炼速度还这么快。走宝啊，走宝啊！杂灵根而已，炼气后期已经是极限了。是吗？那咱们走着瞧。三长老那表情翻译过来就是：你们吵吧，反正宝在我们天神宗。万宗大比终于要开始了。如是我闻。
不是比喻，是真的开始念经。万宗大比开场，禅宗主持先念经，目前已持续半刻钟，还未进入正题。他还要念多久？禅宗地盘，忍着。幸好我站得好。诸位道友远道而来，参加本届万宗大比，贫僧代禅宗欢迎诸位。众生平等，比赛第二，友谊第一。这个开场听着很安全，但后面好像不一定。大比期间，不可恶意伤人，不可故意寻衅，不可私下斗殴。若真要打，也不可打脸，打脸也不打太狠，打太狠也不可打出人命。若真出了人命，便交由戒律堂严查。禅宗这是把四规搬过来了吧？不，这是主持个人风格，他以前是管戒律的。我就尽量不打脸。哼，打脸确实不太好，影响美貌。本届万宗大比分为炼丹、画符、布阵、炼技、御兽、剑术等多个项目。各宗弟子可对应各自修为自由报名。大比以切磋为主，以伤人为耻，以胜负为次，以道心为重。大比项目炼丹、画符、布阵、炼技、御兽、剑术。天剑剑宗优势项目剑术，其实就是不太行。他说的比较委婉。剑术项目，天剑宗已蝉联多届冠军，希望各宗弟子今年再接再厉，争取。主持大概也觉得说了没用。争取什么？争取输得好看一点。争取在天剑宗弟子手下撑过3招。3招，能撑过1招就不错了。剑术这块，俺们天剑宗好像真的很让人放心。稍后各项目报名处会同时开放，请各宗弟子依序报名，不可拥挤，不可插队，不可因报名顺序产生争执。若产生争执，依旧不可打脸。万宗大比开始了，谁在酸，谁在笑，很快就知道了。剑术，剑术，剑术，剑术。六师弟，你还报阵法？反正输了也不丢脸，赢了就是赚到。剑术。110岁的元婴中期，修仙界目前天骄榜第1，大师兄的对手大概已经在心里写遗书了。3岁半，练气后期，入门半年，你确定要报名？确定。新人组虽然是给入门3年以内的弟子设立，但修为不限，你的对手可能有筑基期，你才练气后期。没关系，俺就试试。防御阵、困敌阵、迷幻阵。我刚布完阵，怎么阵就没了？承让。来得好！这就不打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你的琵琶太脆了。算了。五师弟这是惹上桃花了，看起来是。五师兄的桃花运，对方是神女宗弟子，琵琶被劈裂，但好像不生气了。贫僧修金身法门，刀枪不入，水火不侵。阿弥陀佛，施主的剑很冷。你的身体很硬。天剑宗剑修营比赛不是很正常吗？就像太阳从东边升起，没看够。天剑宗什么时候这么有钱了？那几把剑一看就不便宜，青木灵剑、赤火重剑、后土剑、寒霜剑，每一把都是极品。他们不是修仙界最穷的宗门吗？可能是中彩票了。修仙界有彩票吗？没有。他们猜错了，不是中彩票，是去魔界白嫖了一圈。别的元婴擂台都有对手，大师兄的擂台就他一个人站在那里，傻站着。
第1轮对手弃权，第2轮对手弃权，第3轮对手弃权。不是怂，是明智。修炼几百年才到元婴，谁想被110岁的怪物一剑秒？丢脸！受伤势大，受伤事小，道心破碎事大。这是属于110岁元婴中期的孤独。元婴区决赛，天剑宗沈清晨对青云宗司徒彻。就是那个在幻兽迷虚里被3手青焰师拍了好几抓子，后来又送了俺一颗极品丹药的青云宗大师兄。元婴初期150岁，比大师兄大40岁，修为低一个小境界。司徒策已经输给大师兄2次了，加上这次大比，就是第3次。事不过3，但对司徒策来说，可能是事不过一直过。灵根属性金、火、土，亲和力中等偏上，战斗风格稳健，擅长持久战。结论：胜面70%。青云宗大师兄其实挺惨，但也就同情3秒，毕竟他对上的是俺大师兄。什么剑？天外云铁，一整把都是天外云铁。天剑宗真的中彩票了吗？大师兄这一剑看起来简单，但越简单越吓人。我输了，承让。好样的，坚持打完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活着就好。天剑宗的剑术确实无人能及，沈清晨这孩子天赋太高了。110岁的元婴中期，修仙界有史以来能排进前5。关键是他还在进步。你们天剑宗这次剑好像更好了。还行，朋友送的。哎，这就有点惨了啊！你看，他那剑都快拿不稳了，这还怎么打？话不能这么说，修仙一途讲究的就是一个缘法，他这是没遇上好师傅。要是遇上咱们天剑宗的长老，哪能是现在这个样子？司徒策这个人其实不坏，就是运气不太好。每次遇到大师兄，都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打错误的架。人生最大的悲剧，不是输，是输给同一个人3次。青云宗大师兄对战我宗大师兄，对战战绩0胜3负。今天的剑术比赛告一段落，大师兄赢得很快，师兄们赢得也很快。天宗宗还是那个天宗宗，只是这次剑更亮了。请问忘机师叔在吗？长老被叫去帮忙招待各宗了。阿弥陀佛，那打扰了。为啥叫俺长老去招待呀？他不是天剑宗里吗？长老在禅宗扫了30年地，跟谁都熟，而且他是光头，站在和尚堆里，分不清哪个是真和尚，哪个是假和尚。中，有道理。俺张少这30年地真没白扫，不光扫出矫情，还扫出身份认同嘞。小师妹，这只灵鹰平时高傲得很，谁都不让摸，你试试。他挺乖呀。他低头了。小师妹，这只灵狐更傲，连我都不让抱。他不挣扎，他是不是冷嘞？俺怀里暖和。小师妹，我这只也试试，还有我这只，还有我这只，我这个平时咬人，你小心点。三师兄，俺是不是快变成树嘞？
不像树，像挂满小兽的树。小师妹状态被灵兽包围，备注：像一棵会说河南话的灵兽树。恁可别掉毛啊！俺衣裳洗一次可费劲了。慕容师兄，你今天那一件真帅。谢谢。这是新酿的灵酒，这件法衣你穿一定好看。五师弟，长得好看，果然能当饭吃。不光能当饭吃，还能创收。慕容卓颜值变现，效果显著，建议列入宗门副业观察名单。咦，你们大师姐嘞？大师姐啊，在练剑呢，说要努力追赶某人。大师兄，他在努力嘞。他的剑法确实要练。大师兄一句话，伤害不大，侮辱极强。没事儿，剑法能练。俺大师兄嘴不中听，但人中。小娃娃，你吃了什么弹药？你修炼的是什么功法？你是不是有什么奇遇？司徒策师兄给过俺一颗极品丹药。司徒粹，青云宗是那个大师兄？对呀，上次在幻兽迷苏，他给俺嘞。极品丹药确实能帮人引气入体，可半年到炼气后期，还是快得离谱。大师兄往这一站，怪像一座山，还是会拔剑的山。天剑宗道友，你们的剑在哪里买的？在魔界买的矿石，自己打的。魔界？那个新开的商贸区？对，具体哪个摊位？什么价格？能定制吗？安哥要是知道我们又给魔界商贸区拉客，估计得笑得睡不着觉。你们能不能小声点？没办法，小师妹太受欢迎。怎么，你们小师妹不是雷灵根，没人喜欢？长得太帅，也是本公子的错吗？你们没有因为帅被送过礼物吗？你们等着！等什么？等你们来串门吗？我们欢迎啊！青云宗师兄走了可快，比俺跑啥还快。被苏宁气的。青云宗弟子口头威胁失败，撤退速度极快。今天咋这么热闹嘞？炼丹、画符、布阵、炼器，全都比。那为啥炼丹炼气放后山？怕炸炉伤人。上一届有个炼丹弟子炸了炉，把半个擂台掀飞了，裁判都进医馆了。炼丹还会炸呀？俺还以为只有俺爹画地图会出事嘞。快跑！老我一下！刘师兄，布阵还怪有意思嘞。等我上场，你再说这话。刘师兄，恁紧张不？不紧张，我只是提前记录失败原因。你还没比呢，所以先写草稿。除了练剑还有恁多热闹。不过俺觉得，不管炼丹、画符、布阵还是炼气，最后都绕不开俩字儿：花钱。三师兄，这鸟咋长得跟凳子似的？因为它叫椅子鹰。那它能坐不？你敢坐，它敢把你踹飞3丈远。那不中，俺还小，飞不了恁远。飞得还怪圆润嘞，这叫被椅子踹出了风采。玉灵宗入围。这鹰不是被不凡哥哥驯服了，是被雷一虎吓唬的。他怪识相。灵气宗大师兄，金枝后期大圆满，力不凡才金丹初期，差了2个小境辈啊！雷一虎刚契约不久，配合肯定不如幽冥狼，这场玉灵宗难了。虎哥可得争气啊！玉灵宗胜！
真威风啊！三师兄，恁可以跟文职业长老学御兽呀。可是养灵兽很花钱。咱有小燕毛，就养它呗，它长大也能怪威风。可是小燕獒是魔兽，升级估计也很花钱吧？那有钱再说吧，有钱再说。这4个字可能是俺们天剑宗最常说的。你看那个冒黑烟了，废了。四师兄，恁咋知道嘞？火候不对，这个要炸了。我还要练。还是做饭简单，饭做坏了最多难吃，单练坏了会炸。四师兄，恁好像对炼丹很懂呀。可能做饭做多了，火候这东西一通百通。那炼器恁也懂？懂一点，以前太穷买不起新锅，只好学点炼器自己学。因为穷，一个剑修硬生生被逼成半个炼丹师，半个炼器师。俺们天剑宗的穷，到底逼出了多少跨界人才啊？画符讲究一气呵成，中间断了，符就废；笔画错了，符也废；心神不宁，符还是废。你看，废了。吴师兄，俺觉得恁适合画符。我？恁给大师兄递剑的时候不抖，给长老端茶的时候不抖，给小燕獒梳毛的时候也不抖。可是买符纸和笔都很花钱。又是钱，画符要钱，炼丹要钱，布阵要钱，御兽要钱。剑修看着神钱，可一把好剑更贵，不中，真不中。那是阵宗之光吧？3岁学剑3岁阵，8岁就能布3级阵，顾明光学了。六四哥能解开不？再找阵爷。阵宗胜。六师兄，恁输啦。不丢人吗？不丢人。第一次布阵参赛称了克种，下次争取称2克种。正宗那个弟子学阵100多年，我才学3年。有道理。而且我主要是练剑，布阵只是副业。这种心态怪适合搞副业。六师兄，恁副业搞得挺好，要不要继续发展？那倒不用，太花钱。都是没钱惹的祸。这句话俺记住了。以后天剑宗有钱了，师兄们想干啥副业都中。小师妹，今晚他也想来找你。虎哥，恁今天也来串门呀？中，乖，别压着俺脚，俺脚还小嘞。慕容师兄，这块灵玉很配你。多谢。这是我亲手酿的灵酒。多谢。这件法衣你穿一定好看。多谢。1、2、3，是几件嘞？吴师兄，恁脸快赶上4师兄的吃货中剑嘞。我剑没那么红。他每收一件礼，脸红一次，再收下去，能给咱院子照明。慕容卓夜间颜值收入持续增长。备注：脸红频率稳定。这下总算清静了。三师兄，他们给自己扣了扣锅，各心不中各香吧。小师妹，青云宗哥哥姐姐们想安静，可俺4师弟要是做饭，那就不是生意的事儿了。火候刚好。4师兄，这锅怪香嘞，比炼丹炉香多嘞。幽冥玄铁锅价值高、耐用、导热稳定，建议列入宗门核心资产。坐下。大师兄，可是他们……坐下。他们闻得到吧？肯定闻得到。那怎么不过来？司徒彻不让。这肉真嫩啊，这汤真鲜啊，这豆腐真入味啊。4师哥，恁这锅底重，香了俺脚趾头都想喝汤嘞。6师兄，恁这个总结怪准嘞。明天我们还吃火锅，
欢迎来串门。今晚火锅咋感觉比刚才更香嘞？因为有人看着我们吃。准确说，是一群人看着我吃。俺沾着怪像菜地里长错了豆芽，还是最爱那根儿。能勾就勾，中。不能勾也不要暴露修为。中，按正常练气水平打就行。中，俺记住了。你们说小师妹会怎么打？长老都说了，能狗就狗。她应该会很听话。小师妹新人组第一轮战术预测：狗。开始。俺寻思着大家都怪忙嘞，俺就不添乱了吧。现在打能打的，那个小道具最后再说。俺也赞同。他真蹲下了。长老让他狗，他就真鼓，挺好，省力。小师妹大乱斗战术，原地蹲守，优点低调，缺点过于低调，能晋级就行。禅宗主持说的对，人生最重要的技能不是打打杀杀，玉丸现在就不用挨打，怪好。坏了，有人不想让俺勾，不去。坏了，他真不让俺勾。扶墙，别跑，你再追呀！这都行，像绿狗一样，规则也没说不能跑啊。他才3岁半，怎么跑这么快啊？小师妹这跑法真是练出来了，每天扎马步跑山，不是白跑的。上官海棠越追越急，小师妹越跑越稳。小师妹战术：敌近我跑，敌追我绕，敌怒我稳。你能不能别跑？能不能别追？时间到，大乱斗结束。你为什么不打？为啥要打？勾着就能晋级，俺为啥要打？这小娃娃狗到天才啊！妙狗出风采！好，这小娃娃有前途。小师妹，你这战术堪称狗王之王。能不打就不打，能躲就躲，把狗字发挥到了极致，而且把对手气成这样，也算一种胜利。新人赛大乱斗，小师妹战绩0杀0伤0被打，结果晋级。备注：对手气炸了。中，俺这叫听长老话，长老说能勾就勾。食神宗那个小天才米其林，听说他的灵石能恢复灵力。3岁半对10岁这么大，虽然都是练气后期，但年纪差太多了。天宗宗那个靠丹药引气入体，根基肯定不稳，估计他一招就输了。我估计半招。小妹妹，我会尽量轻一点的。谢谢恁，恁人怪好嘞。开始。这小娃娃躲得真妙，像跳舞一样。天剑宗是不是专门教这个？你为什么那么能躲？因为俺每天都被师兄追着打，习惯嘞。我认输。食神宗认输，天剑宗服亲胜。又赢了！上一场狗，这场躲赢，这娃娃运气也太好了。俺这不是运气，俺这是腿脚好，打不住俺，赢不了俺，这道理怪简单嘞。风狐速度极快，爪子带毒，这次那小娃娃躲不掉了吧？我投降。你确定？确定。投降？为什么投降？玉灵宗的人是不是认识这个小娃娃？昨天才看到玉灵宗给他送糖来着，那也不至于投降吧？可能是灵兽怕他，灵兽怕3岁半小娃娃。你逗我？不信你去问那只灵兽。风狐已经很勇敢了，至少没当场装死。好，这小娃娃老夫越看越喜欢。这回不是俺主动勾嘞，是他主动怕嘞。不过结果都一样，俺又赢嘞。
这一场，我看你还能往哪儿跑？擂台恁大，应该还能跑一会儿吧。来了来了！青云宗小天才对天剑宗小不倒，雷灵根对杂灵根，筑基初期对炼气后期，法医对布衣，雷击木剑对普通木剑，这差距也太大了。天剑宗那个小娃娃能撑过3招就算赢。小师妹，一招解决他，让他跑。擂台就这么大，看他往哪儿跑。小师妹，好好教训他。那颗珠子俺认识，俺哥推销给他的，一颗就值上百上品灵石。从头到脚就俩字儿，怪贵。俺从到脚也俩字儿，怪穷。不过这衣裳是师兄们给俺买的，俺可舍不得扔。看看人家从头到脚都是高级货，天震宗穷嘛，靠丹药堆上来的，跟雷灵根能比吗？你运气真好，苟到了现在，运气也是本事嘞。我的娘嘞，这是个啥呀？这是我的独家发明，泡泡抱抱，你可要一直跑哦。上官姐姐，那我要是不跑了会怎么样啊？那你就试试呗。不可能，这，你快放我出去！哎呀，上官姐姐，这不是你的绝招吗？哎呀，我的头发，我的裙子！咦，你看你，我要勾着你不让，我出手你又接不住嘞。发生了什么？我没看清，天剑光一闪人就飞了，一剑只了一剑，还打碎了一剑，那是禅宗社的结。你一直在装，没有呀？俺现在明面上确实打不过恁，那你刚才是恁逼俺的，恁立主子，下回别追恁姐，俺不是回回都能守住劲儿里。运气好，中，他们开心就好。小师妹太厉害了，但是超纲了。三师兄，慢点儿，俺头晕嘞。一剑打飞了筑基期，还打碎了结界，那可是禅宗的结界，要赔的。小师妹新人组战绩，第一场大乱后狗进，第二场对食神宗米其林躲赢，第三场对御灵宗弟子对方投降，第四场对青云宗上官海棠一剑获胜。六师兄，结界要赔不？这种联合大比的公共结界，一般按公约赔偿，应该赔得起。没事，赔不起，可以让望鱼长老继续打工还债。中，长老会扫地，应该也会还债。这是天剑宗的新剑法。对，新剑法也不可能拿着木剑就把筑基期一剑撂下台，还打碎结界吧？小平还是体修，力气大。老汪，你老实说，那小娃娃到底是什么灵根？杂灵根，青云宗测的，你们不信可以去查。杂灵根能一剑打碎结界，都说了，他力气大，力气能大到哪里去？他是体修，每天扎马步1个时辰，跑山10圈，挥剑1000次。你试试。他吃什么长大的？馒头，各种馒头，偶尔加到红烧肉。青云宗当初测出他是杂灵根，就没要，还让人家去了天剑宗。现在好了，杂灵根半年到炼气后期，一剑打飞筑基期，这哪是走宝啊，这是把宝扔了，还扔给了别人。长老笑得怪开心嘞。那是青云宗脸绿了。今日总结：小师妹一剑打脸，糊涂长老离席，忘机长老憋笑失败。长老，俺今天不会暴露吧？以后可能会有不少人关注你，不过没事儿，天宗宗的弟子哪个没受过关注？
也是，俺大师兄是天骄榜第一，师兄们也都是单灵根天才。小师妹，你终于发现我们很厉害了。俺早发现了，就是恁们平时太穷，容易让人忘。那姐姐赔偿哩？主持说了，不用赔。老夫在禅宗扫了30年地，这点面子还是有的。这30年地莫白扫。剑术比赛第一，新人赛第一，都记账。刘师兄，恁手不抖啦？以前可能会激动，现在也就还好。见过10万商品灵石大阵仗的人，果然不一样嘞。中阶疗伤丹，幽冥玄铁矿。小师妹正好缺一件法衣。长老送的护身符上次渡劫都碎了，刚好补上。虽然比不上长老的护身符，好歹有法衣穿。当金丹1级的法衣，好像也不是多高级。小师妹，你不能这么比。你刚才一剑打碎的是结界，不是人。普通炼气期弟子能有一件挡金丹1级的法衣，已经是保命的东西了。你看上官海棠，不就是穿了法衣才没被你打死？中，有道理。而且参加这种比赛，拿第几不重要，出名才重要。出名有啥用呀？这种比赛本质上是各宗展示实力的舞台，宗门排名、资源分配、外界雇佣都是一次次比出来的。像大师兄出名之后，每年都有不少人找他当护卫，能赚不少。以前那把剑300商品，当护卫赚的。我们以前的剑也是，天宗宗发的剑就是木剑，想要好剑要自己挣。我们长大了就得自己出去兼职赚资源，抓猛兽、当护卫、采灵药，什么活都接。大比怎么样？赢了没？有没有把青云宗连打绿？都录下来了，自己看，看完还我。流影珠，这玩意儿很贵吧？借的，山宗的，用完要还。小平儿，你那一剑用了多少力？大概30%。下次打架悠着点儿。为啥呀？好在这是宗门大比，有结界，有裁判。平时打伤人要赔钱。中，有道理。尤其是打青云宗的人，他们法衣贵，赔不起。更有道理嘞。明天开始继续修炼，万宗大比只是开始。天宗宗的招牌不是靠一次比赛立起来的，是靠每一次。俺忽然觉得天剑宗虽然穷，但这个招牌怪硬嘞。俺不是兴奋的睡不着，俺是在想一个人。二师兄。小师妹，怎么了？三师兄，俺问恁个事儿。说。二师兄到底是个啥样的人？二师兄啊，是个怪人。怪？他刚进宗的时候浑身是伤，躺了3个月，我们都以为他是个普通人。后来他伤好了，开始练剑，我们才发现，这人根本不是普通人。他的剑法很怪，不像我们正经宗门的路子，像是自己琢磨出来的，又像是从很多剑法里拼出来的。而且他很会赚钱。赚钱？是他想办法搞到第一笔启动资金，让长老们能去其他宗门打工。比现在还差，那还能活呀？对，他说没钱就去赚，赚不到就借，借不到就抢。抢？开玩笑的，大概是开玩笑的。俺好像知道他是谁嘞，俺早该想到嘞。小师妹，想什么呢？俺在想二师兄啥时候回来？快了，他说养完伤就回来。中，俺等着，等他回来，俺要当面问问他。123、124，这日子怪平静嘞，平静到俺能数清后山灵果树长了多少片叶子，平静到俺觉得吃了睡，睡了练，练了吃，能过到天荒地老。怎么了？中阶魔兽和妖兽袭击村镇，血洗小门派手段残忍，不止一处，是同时发生。万仙盟让我们带上小平儿去开会。啊？你这听着不像啥好事。走吧。我们呢？都来吧，万一要打架，人多力量大。天宗全宗出动，5个师兄，3个长老，1个俺，像一群去打架的麻雀，不多但吵。这们得花多少灵石呀？很多。
多得我不想算。本来俺觉得咱天剑宗打点已经怪批判了，能塞下全宗，还能翻跟头。现在一比，老曹误建了皇宫。主持那光头怪亮，俺要是晚上迷路，估计能拿他找路。三师兄，俺咋感觉他们都在看俺？不是感觉，是真的。那俺能不能躲大师兄后头？可以。那是青云宗大长老谢千珏，炼虚初期，比青梦宗主修为还高。对，青梦宗主还在闭关中炼虚，这位已经是老牌炼虚。但谢长老1500多岁了，青梦宗主才600岁。那还是青梦宗主厉害，600岁就能管1500岁嘞。而且听说青梦宗主曾因情劫荒废了100多年的光阴，实际修炼时间也就500年左右。500岁的炼虚期，不愧是上一届第一天骄，修仙界第一女修。据说青梦宗主的剑法很好，能让大师兄说很好，俺娘的剑法肯定是真好，好到剑齿都服气嘞。六师兄，为啥别人1000多岁就那么老？俺见过有个猎户3000岁还怪帅嘞。首先，修士和凡人的生长衰老节奏不一样，修士肉人受天地灵水温养，不易衰老，所以修仙界300岁以内都算青少年。到了元婴期还能返老还童，想定格在多少岁都行。但一般人几百岁甚至上千岁才能结婴，那时候已经习惯中老年相貌，而且能坐上长老位置的，外貌成熟稳重一些，也更容易管住弟子。俺懂嘞，像俺爹那种3000岁还盯着少年脸嘞，属于不要脸只要脸。那是玉灵宗宗主白敬新，炼虚初期，本命兽是玄月灵狐，据说接近圣兽级别。玄月灵狐可安抚、引动方圆百里内所有灵兽情绪，还能弱化敌方对灵兽的操控，对契约类术法有天然压制。怪厉害嘞！那是灵气宗宗主白鹤洲，炼虚初期，本命兽是息光圣鹤，也接近圣兽级别。息光圣鹤能展开息光领域，领域中一切灵力流动被扭曲，敌方灵兽契约稳定性下降30%。他们都姓白，气质也有点像咧。据说2个宗主曾是一对情侣。哦，1000年前2人都是被万灵宗宗主捡回来的亲传弟子，都跟了万灵宗宗主姓白。哦，后来嘞，他们为啥分手？后来不知为什么分手了。万灵宗宗主飞升后，万灵宗分成了玉灵宗和灵切宗。六师兄，恁连这个都有？知识不分贵贱，八卦也是知识。根据话本记载，当年2人同出万灵宗，是人人羡羡的师公妹道侣。白敬新温柔持重，信奉以心育万灵，顺其天性共情灵智，追求人与灵兽共生平衡。白鹤洲则性情清傲，信奉以灵切锁万灵，以强克顺利统御灵兽，追求绝对掌控与战力极致。后来白鹤洲为强化灵气，欲以万灵精血祭炼契约大阵，虽能短时间暴涨宗门战力，却视灵兽为工具，用灵兽精血不中吧？白敬新坚决反对，认为此举逆天害灵，也违背万灵宗初心。争执之中，昔日情分被道途之争磨尽，最终2人斩断情丝，各领一脉，弟子分立，2宗同根同源，却再无往来。实力世界能彻底压过谁？难怪上次万宗大比，2宗弟子总憋着一股劲儿，这哪门之争？这是前人之争呀！那些都是尹氏大家族的家主。这个人跟吴师兄有点像嘞。三师兄，那个人真是吴师兄他爹呀？慕容家主。那后头那些都是吴师兄兄弟姐妹吗？同父异母的大概10几个吧，堂兄弟、表兄弟更多。慕容家是大族。俺懂嘞，在慕容家，父慈子孝，兄于弟恭，估计都是画本里才有嘞。他们会不会后悔不要吴师兄？后悔，以前也来找过，说让武师弟回去，既往不咎他离家出走，家里资源还会供应。哼，说得像施舍，有价值才是儿子，没价值连根草都不是。不稀罕。吴师兄，中！马荣家族，以后俺绕道走。主持念得好久，久到俺都快数清大殿里有多少根柱子嘞。近日有中阶魔兽和妖兽袭击村镇，摧毁小门派，手段残忍。目前已确认遇袭地点7处，伤亡人数仍在统计中。补充一点，袭击中甚至出现了高阶妖兽。高阶妖兽，那可是元婴期巅峰，加上天赋神通，化神期都能一战。魔兽和妖兽一起行动，他们不是天敌吗？妖兽生活在修仙界，
魔兽生活在魔界，他们是天敌，一般不会联手。高阶妖兽与高阶魔兽皆有灵智，一般躲在秘境或魔界深处修道，不会无故屠戮村镇。除非有人操控他们。能操控高阶妖兽和魔兽的，可不是一般人。俺现在弱小可怜，但能吃。干嘛呢？盯着我家小弟子干嘛？我们小平儿才3岁半，你们什么意思？此事恐怕与你们天剑宗脱不了干系。放屁！放你娘的狗屁！胡言乱语，睁眼说瞎话也不害臊。阿弥陀佛都嫌你烦。长老这个井怪有攻击性嘞。据我们调查，混沌灵根现世，魔界渡劫那天，你们天剑宗空无一人。请问你们那天去了哪里？老夫在玉灵宗铲屎，没问你。老夫在你们青云宗丹房烧火，也没问你。老夫携弟子外出许炼，去哪里历练？就一个秘境，怎么了？哦，哪个秘境？是在魔界中围的秘境吗？是护他渡劫吧？他就是魔界的混沌灵根吧？没有证据就不要乱说话。哼！这不是一个炼气后期能做到的，绝对不可能。俺就轻轻看了一下。小师妹，这话现在千万别说。除了越级击败对手，他还能沟通妖兽。对，灵兽怕他腿抖，他跟玉灵宗的人和兽都熟得很，3岁半就是他们的客卿了。我们跟小师妹熟怎么了？我喜欢他不行吗？身价灵兽凉了。就是，关你们屁事！你们灵界宗是不是闲得慌？六师兄，他们咋自己吵起来了？前任之争，历史遗留问题。小师妹记住了，锅砸过来的时候不一定要接，也可以让他砸别人脚上。也就是说，他确实可以与灵兽沟通。对，上次在幻兽迷窟，我们被高阶3手青焰师追杀，就是他劝退了3头青焰师。你们还好意思说？小师妹帮你们劝退妖兽，你们就这样恩将仇报？白眼狼，要不是小师妹，你们早被烧成灰了。现在反过来咬我们一口。根据《修仙界恩仇录》第138条，救命之恩当涌泉相报。你们这不叫涌泉，叫倒灌。我们给了钱的，还给了极品丹药，已经2清了。给钱是真给了，可救过的人再回头捅一刀，还是怪疼嘞。要不然，重新测灵根。不用这么麻烦，探一探便知。我天剑宗的弟子，岂是你们说探就探的？天剑宗的弟子岂容外人欺负？不行，谁都不许碰小师妹。想动他，先过我们这关。小施主，老衲只问你一句，你如实回答。中。那天在魔界中围渡劫的，是不是你？是俺。真的是混沌灵根，难怪当初测的是无灵根。完嘞，这回是真藏不住嘞。那你是怎么操控妖兽的？俺没有操控他们，他们只是怕俺。可能俺身上有圣兽的气息。圣兽？这小娃娃见过圣兽？老夫亲眼所见，魔宫门口蹲着2只白泽后代。好啊，连魔宫都去过了，去魔宫有何企图？
老夫只是想借魔界的地方渡劫，隐瞒混沌灵根出自天剑宗。混沌灵功一出，各大宗门免不了一场争夺。老夫护自家弟子有错，但老夫发誓，天剑宗绝有与魔道勾结。魔君看到混沌灵根在他的地盘渡劫，以为魔界出了天才，召见小平儿，很正常吧？你们见了魔君？我们只在门口等，连魔君的面都没见过。好像说得通。通个屁！你会为了不让别人抢徒弟，让徒弟跑去魔界渡劫？如果是混沌灵根的话，我会。一个修仙界的混沌灵根到了魔宫，还能被魔君放回来，探一探体内有没有魔气，不就知道了？不用探嘞，俺承认，俺体内确实有魔族血脉。啊！长老，恁们不惊讶吗？送你护身符那天，老夫探过，你体内确实有魔气，但不重。当时以为混沌灵根能吸收魔气，也正常。后来你去魔界渡劫，听说魔君对你重视，我们才确认。以魔君修为，即使吃了魔气丹，也能看出他是不是魔族。他没有怀疑，就证明他确有魔族血脉。小师妹，你是魔族又怎样？你是我师妹，这不会变。对，我也一样。宗主说过，天剑宗弟子不问出身。我的本子记了这么多关于你的事，不会因为你是魔族就扔掉。有我等在，谁也动不了他。承认了就好。魔族混入修仙界宗门，有什么企图？是想窃取修仙界机密？那些屠宗的事，是你干的，还是你背后的魔界干的？不论他是魔族还是人族，都是天宗宗弟子。谁想动他，先问过老夫的扫帚。无凭无据就想污蔑我宗弟子，谢天爵！欺负3岁小孩，你还要不要脸？我们天剑宗的小师妹，我们护。谁再说小师妹一句不好，我跟他拼命！你们青云宗当初不要小师妹，现在倒有脸来审判她？根据万仙盟公约，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不得随意指控。你们有证据证明小师妹操控了那些妖兽吗？第一，这事儿真不是俺干嘞。第二，俺确实是混沌灵根，那是因为俺太优秀了。总不能因为俺太优秀，就说坏事都是俺干的吧？第三，虽然俺是魔族，但俺才3岁半，还没学过控制魔兽。魔族小孩6岁才开始学驯兽，这个恁们问问就知道。第四，妖兽只是怕俺，是因为俺身上有魔君和圣兽的气息，但俺不能操控他们。就像恁们怕老虎，但恁们能操控老虎吗？第五，这锅俺不背。这些人比黑风谷的风还难缠，风吹俺还能趴下，他们扣锅，俺趴下都不中。他说的好像有点道理。有什么道理？他是魔族，魔族的话不能信。但他才3岁半，3岁半怎么了？3岁半就不能是间谍？你家间谍3岁半，3岁半能干嘛？窃取你们食堂馒头配方吗？可他3岁半就是金丹，你见过3岁半金丹？没见过。即便如此，他魔族身份已经暴露，天剑宗不能再留他。按照万仙盟公约，魔族弟子不得进入修仙界宗门。天剑宗弟子的去留，由天剑宗自己决定，不劳谢长老操心。我天剑宗的弟子，何时轮到你青云宗管？天剑宗的事，天剑宗自己管。俺眼睛有点热，不是怕，是师兄们挡在俺前头的时候，心里怪暖。你们天剑宗如此护着他，果然和魔界有勾结。勾结？什么叫勾结？我天剑宗弟子从入门至今，没害过一个人，没伤过一个无辜。他帮你们青云宗的人劝退妖兽，救了你们的命。他是魔族，魔族就是魔族，正邪不两立。正邪不两立？那你们青云宗买魔界矿石的时候，怎么不说正邪不两立？你们用的幽冥玄铁剑，有一半是从魔界商区买的吧？一边骂魔界，一边买魔界东西，你们青云宗的脸呢？
报，魔界少主来访。魔界少主，他来干什么？来踢馆的，来宣战的。诸位，一起去看看。他醒了，他居然醒了！旺财和来福长得还怪像，就是尾巴差点露馅儿嘞。果然是圣兽，活在传说里的圣兽，怎么会在魔界？圣兽在魔界魔宫守了5000年大门，有什么好稀奇？他们脸色好像有点崩，像自己供在神台上的宝贝被别人拿去垫桌脚。今日事儿好多，好烦，怎么又是老衲主持？猪吃眼睛里头还带心里话嘞。魔界少主今日摆出这般阵仗，所谓何事？待这么多人擅闯万仙盟，难不成想撕毁条约，重启战端？看这阵仗，不像是来讲道理嘞，像是来把桌子掀了。待这么多人擅闯万仙盟，难不成想撕毁条约，重启战权？要说开战，魔界自然不惧。开战？上次赔款赔的还不够吗？上次你们连裤衩都赔了，还想打？开战再赔一次？如果这次赔魔界商贸区，我觉得可以打。上次仙魔大战，你们赢得很光彩。长老，上次仙魔大战没打成呀？魔君一出场就投降了。啊？俺爹这么干脆嘞？不知道为什么，他看到修仙界阵容就跑了。跑之前说了一句不打了，然后就派人签了投降书，干脆利落，一点不拖泥带水。见了鬼？不中，应该是见到俺娘嘞。毕竟俺娘是青云宗宗主，毕竟俺爹是个恋爱脑。非常可能。难怪他们表情怪怪嘞。人家没打就投降了，你说你赢了？赢啥？赢了个寂寞。谁让你们魔君怂包？看到我们阵容就跑了？对，怂包一个，还好意思派儿子来？裤衩都赔光了，还在这装什么大尾巴狼？邪不压正，你们魔界永远翻不了身。你们修仙界就会耍嘴皮子，真打起来，你们跑得比魔君还快。上次仙魔大战你们赢，是因为魔君不想打，不是因为你们能打。一群见了魔君出场就腿软的废物。魔界少主今日前来，不是为了吵架吧？就是来吵架的。安哥还怪诚实嘞。魔界毁灭宗门的事还没找你们算账，你们倒跑到万仙盟来撒野。魔兽袭击村落，血洗小门派，这笔账怎么算？肯定是魔界干的，除了魔界，谁还能操控魔兽？毁灭宗门，你们有证据吗？拿不出来就闭嘴！就你们那些破宗门，值得我们动手？真要是我们干的，你们还能站在这儿吵架？早躺地上了。一群废物，连真相都查不出来，只会甩锅。万仙盟，好大的威风！你们这么多人聚在一起，就是为了给一个3岁半的小娃娃定罪？每次你们修仙界出了事情查不出来，就怪魔界；妖兽袭击村落，怪魔界；丢了法宝，怪魔界；走火入魔，怪魔界；今天阴天没出太阳，也怪魔界。你们怎么不说是月亮惹的祸？不是魔界干的，那是谁干的？关我屁事！又不是袭击我魔界的村，你们不会自己查？还是说你们无能，根本查不了？也是，青云宗连混沌灵根都看不出来，确实无能。你什么你？
你们青云宗连收弟子还要收报名费，什么修仙界第2大宗，穷疯了吧？一个雷灵根弟子就当宝，真正的宝却拒之门外。走饱了还嘴硬，现在知道是混沌灵根了，又说是魔族。你们青云宗的嘴比魔界城墙还厚。混沌灵根又如何？不还是魔族？魔族怎么了？吃你家大米了？一个3岁半的小娃娃，要是真有能力屠宗，你们这帮人现在都躺在地上了，还能站在这儿跟我们吵架？站着都嫌占地方。魔界这几位嘴挺厉害，骂得比我痛快，句句精准。魔界怼怼天团，战斗力极强，建议列为语言攻击参考案例。安哥带来的人嘴都怪厉害嘞。魔界不替别人背锅，更不替你们的无能背锅。想定罪，拿证据；没有证据就闭嘴。俺以前以为俺哥只会赚钱装病找矿，现在知道嘞，他还会吵架，而且吵得怪重。你们玉灵宗现在知道他是魔族了，想撇干净？之前想挖墙角的时候，又是塞糖又是塞果子的，还给了克渊令，还开出少宗主继承人的条件。变脸比翻书还快。玉灵宗的绝学不是御兽，是变脸吧？我们不是那个意思。对，不是那个意思。那是什么意思？不是那个意思，也没见你们站出来意思意思啊！平时去魔界淘魔兽，你们比哪个宗门都积极，那才叫真有意思。最有意思的是，他能跟妖兽沟通，这事就成他干的了。意思是能跟灵兽沟通就有嫌疑，那你们玉灵宗和灵气宗嫌疑最大。这话听着还怪有道理，俺都替玉灵宗结不上账嘞。我们不一样，我们是靠契约。你们更坏。灵气宗想用万灵精血祭阵，这也配叫正道人士？幸好我没找过灵气宗的道侣。你们神女宗的女修是不是只知道犯花痴？用脑子想一想，都知道3岁半干不了这种事。什么修为才能控制高阶妖兽和魔兽？一个金丹期能做到？你们神女宗的脑子都长在脸上是吧？我们相信扶贫小师妹，她不是那种人。总算有个有脑子的。谢谢。玄妙贤子这句谢谢接得怪有水平，要不说人家能当大师姐嘞。千万别说话，让他们吵。食神宗的，你们只会看戏吗？你们的脑子也是摆设吗？除了动嘴，不会动一动脑子？我们平时做闪石也很费脑子的。吃就知道吃。每次魔界开放日，你们哪次不是冲得比谁都快？真要说跟魔界勾结，你们食神宗嫌疑才是最大的。他这个表情像是在想俺招谁惹谁了。你们禅宗我都不想说，上次仙魔大战，你们念经念到一半，魔界都投降了，你们经还没念完。阿弥陀佛。俺哥今天不像是来讲理嘞，像是专门来挨家挨户清算旧账嘞。你们上官家族仗着出了一个雷灵根，尾巴翘到天上去了，结果呢，被一个3岁半一剑打下台，丢不丢人？你们欧阳家族上次仙魔大战跑得比谁都快，说好的正道栋梁呢？栋梁跑起来也带风是吧？你们慕容家那些所谓的天骄，一个原因都没有，最强的才金丹初期。本来有个好的，结果把人逼得离家出走，现在就剩下一群废物。还有谁想说话？那个村子的事，我魔界可以协助调查，但想把锅扣在我魔界头上，先问问他们答不答应。你这是威胁！陈述事实也算威胁。那你们刚才围着人家3岁半小孩算什么？友好交流。就算不是扶天干的，也不是魔局干的，但魔族弟子混上修仙界宗门，这锅跑不掉吧？对，幻想有规定，必须给说法。勾结什么了？收个弟子就叫勾结？你们还收过妖族弟子呢，那是不是勾结妖族？众生平等，魔族也是众生。小师妹就是小师妹，不管她是什么族。对，进了天剑宗的门就是天剑宗的人。宗主说过，天剑宗弟子不问出身。根据天剑宗宗规第1条，天剑宗弟子不问出身，只问本心。有意见找宗主去。护短护成这样，也没必要为了一个混沌灵根硬杠整个万仙盟吧？本少主的妹妹，自然要护到底。妹妹，这俩字一出来，怕是要炸锅嘞！妹妹，魔界少主的妹妹，那福明岂不是魔族公主？天剑宗收了魔界公主当弟子。
完嘞，俺这个身份像葫芦娃九爷爷，一个接一个往外炸，刚炸完魔族，又炸成公主嘞。对，公主，你爹是魔君！阿弥陀佛，难怪魔君亲自扛雷。俺爹是魔君，所以小师妹是魔界公主。我们捡回来的小师妹是公主，我们天天让她扎马步跑山挥剑，让公主扎马步。我的本子记了一个公主的账。原来如此，大师兄这个原来如此，听着比别人说100句话还沉重。他8成把剑、旷世、魔界、安哥全串上来。那天剑宗岂不是发财了？公主哎，魔界女儿哎，难怪他们一个个用这么好的剑。等等，你们跑偏了，不应该说天剑宗背叛修仙界的事吗？对，天剑宗收魔族公主为弟子，这本身就是背叛。万仙盟有规定，修仙界宗门不得收魔族弟子。天剑宗不会因为弟子伤了灵根而放弃，更不会因为弟子是魔族就逐出宗门。天剑宗的宗规不放弃自家每一个弟子。这个少主人不错，对我们宗规很了解。既然他是小潘儿他哥，那我们下次去魔界商贸区是不是能打折？长老不愧是长老，别人想正邪不两立，他想商贸区打折。魔界少主，你才是外人吧？修仙界不接受魔族弟子，这是我们修仙界的事，万仙盟自会审判。何时轮到魔界插手？你这么帮天剑宗，难道只是因为你妹妹在天剑宗，还是魔界和天剑宗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因为本少主也是天剑宗的人。不少，天剑宗的不少，上一届宗门大比，老子就是输给了他，借老子100诸品灵石还没还呀！二师兄，你是在扮演魔界少主，还是说你本来就是？你不是在找矿吗？老夫打灵宫几百年，什么大场面没见过？这场面真没见过。老夫也是真刺激，比炸炉还刺激。你小子居然是魔界少主，那下次我们去商贸区是不是不用给钱了？可以打折，打几折？骨折。二师兄还是二师兄，哪怕成了魔界少主，也没忘记把价格砍到大街。怪会过日子嘞。难怪他们一个个用这么好的剑，肯定是魔界矿场职工。你们又跑偏了，不应该说天剑宗背叛修仙界的事吗？对，天剑宗勾结魔界，叛徒，勾结魔族，罪不可赦，把他们都抓起来。俺听着他们喊叛徒，心里头怪不是滋味。俺师兄们明明啥坏事都没干，他们只是护着俺，可护着俺好像也成罪了。小师妹，别怕，真打起来，我挡前面。哼，本公子最讨厌被人冤枉。本次事件记录：天剑宗被迫背锅，背数锅很大，不接。这是谁呀？剑气怪吓人嘞！听说有人想欺负我弟子。魏苍玄，你故意的吧？每次出场都开威压，2000多岁的老不死，每次出场都这么装。我知道你们很急，但你们先别急，等老夫叙完旧。宗主，你可算回来了！宗主，您不是说50年后才回来吗？听说有人要欺负我弟子，老夫连夜赶回来的，剑都飞冒烟了。原来长老们也会委屈，平时他们像山一样挡在俺前头，宗主一回来，他们也像有人撑腰嘞。不错，都进步了。宗主，回来了，矿挖完了，外家差不多，够宗门花一阵子，不错。好像魔界少主去找矿是天剑宗正常外派任务一样。
混沌灵根，好好好，你们几个会捡娃娃，捡得好，回去一人加一只鸡腿。宗主，是我们捡的，当时他饿了，我们给了他一个馒头，后来宗门大招，青云宗不要，我们就捡了。一个馒头换一个混沌灵根，值。俺当时也不是光为馒头来嘞，那是，后来还加了热糖。宗主，这是我妹妹，亲的，亲的。那你们一家子都挺能跑，你爹在干嘛？在魔界穿新裤衩。行吧，俺爹要是听见，估计又要说那是尊严的新裤衩。你们天剑宗有完没完？这里是万仙盟，不是你们天剑宗后山。正事不说，叙什么旧？你看你又急，弟子之争向来如此，急什么？魏宗主，你可知你这二弟子是魔界少主？知道，如何呢？又能怎？你收留魔界少主50年，到底想干什么？没想干什么呀，想捡个杂役弟子回去干活。结果捡了个魔界少主，谁知道他天赋那么高，就比京城差一点。修仙界同一届天骄，至少能排前3。咋了？你嫉妒了？可是万仙盟有公约，修仙界宗门不得收魔族弟子。那公约是谁定的？万仙盟。万仙盟是谁？各大宗门共同组成。那老夫也在万仙盟。怎么不记得有这条？老夫云游50年，没签过这个规定，没签过的纸，就是厕所里的屎。宗主这个话怪糙，但怪有劲儿。魏宗主，当年我们给你发过传讯，是你自己不回，不回传讯判几年？魏苍玄，就算你没签，天剑宗作为5大宗之一，也必须遵守万仙盟决定。那你们把天剑宗从5大宗里除名啊？除名了，老夫就不用遵守了，多简单的事儿。三师兄，宗主好像很会吵架。宗主不是会吵架，是他强。中，俺懂嘞，实力就是最大声的道理。魏宗主，魔族弟子留在修仙界确实有点不合适。哪里不合适？身份敏感，容易引起误会，与魔界勾结的误会。什么误会？符彦这小子在老夫这儿待了50年。魔界打过来了吗？这小娃娃待了半年，魔界打过来了吗？倒是你们，天天嚷嚷着魔界要打过来了，魔界打过来了吗？人家魔界过自己的小日子，打你们干嘛？听说现在魔界搞商贸，你们把公主和少主赶回去，那以后不去商贸区逛了？你看，食神宗的就不想赶。老夫什么都没说，但你也没反对。宗主一回来，天剑宗好像就有屋顶了，再大的风也吹不塌了。老夫说句不好听的，你们这么着急赶人，不就是嫉妒我宗弟子优秀吗？谁嫉妒了？你不嫉妒，那你刚才为什么跳出来骂？你跳那么高，不累吗？别以为老夫不知道，你们就是嫉妒老夫宗弟子清一色单灵根，现在还有混沌灵根，嫉妒坏了吧？三师兄，宗主咋这么会戳人心窝子嘞？因为他说的是实话。宗主话术记录，先定性为嫉妒，再让对方无法反驳，效果极佳。弟子之争向来如此，老夫理解，但你们能不能换个方式，别每次都拿规矩说事。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给智商赋点灵力，行不行？魏宗主，你不要胡搅蛮缠。是魔族弟子混入修仙界宗门的事。混入？谁混入了？人家光明正大进来的。你们青云宗测灵根的时候，没测出来他是魔族？当时只测了灵根。那你们怪谁？自己测不出来，怪人家太会藏。你们青云宗连混沌灵根都看不出来，确实无能。这话刚才我二弟子说过了吧？老夫再重复一遍，确实无能。你们那个糊涂长老名字起得好啊，糊涂，人如其名。魏苍玄，你还有你谢千珏，要不是青梦丫头闭关了，轮到你一个长老在这里。宗主骂人跟大师兄出剑一样，都不划伤，但一下就中。玉灵宗、灵气宗，你们那点破事，整个修仙界都知道，因为理念不合，分了2个宗。分了就算了，还互相较劲，较了几百年，谁也不服谁。你们要较劲，自己关起门来较，别拉上别人。
尤其别拿老夫的弟子当枪使。魏前辈，我们并没有。先别插嘴，骂完他的，骂你的。白鹤洲，老夫说你小子几句，你可别不服。你们灵蟹宗天天琢磨怎么挤掉玉灵宗上五大宗，有这功夫，不如琢磨琢磨怎么把弟子的术法练上去。万灵精血祭阵，亏你想得出来。灵兽是伙伴，不是工具。你这种搞法跟魔界有什么区别？不对，魔界都不这么干。魔界打仗都是光明正大，你比魔界还不如。白小子，你记住，别管记住什么，你就记住，反正记住就对了。静心丫头，老夫说你两句，你别往心里去。你们玉灵宗对老夫这小弟子不错，前辈请说。老夫领这个情，但是你今天这态度不太行。之前挖墙巧的时候叫人家小甜甜，现在知道人家是魔族了，就叫人家牛夫人。今天这种场合，你一句话不替他说，反而站在那里看戏，你自己说合适吗？魏前辈说的是。宗主这嘴真是一碗水端平，谁都不落下，俺看着都替他们心慌。神女宗，你们家女修追我宗弟子追了几十年。魏宗主，这是年轻人的事。年轻人的事，你们当长辈的不管管。小姑娘，追人这种事讲究你情我愿，强扭的瓜不甜，强追的人不圆。好吧，年轻人的事老夫也不管了。禅宗，老和尚，老夫说你几句，你可别生气。阿弥，你们禅宗就是太爱当和事佬，每次开会你们都是阿弥陀佛，大家不要吵了，吵完了你们还是阿弥陀佛，大家不要吵了。该站队的时候不站队，该说话的时候不说话，还有你们那套见不得光的只渡有缘人，能不能改改？哼，进寺要香火，渡人要腐尸，没钱没灵石，连寺门都不让人进。贪就贪吧，没人说你们不能贪，可偏偏又想收灵石，又想立牌坊，还天天念众生平等，平等个锤子！俺突然知道为啥王继长老只在禅宗扫地，不在禅宗当和尚了，可能扫帚都比有些规矩干净。食神宗，你们家的饭好吃，下次多做点。老夫云游50年，没吃过一顿好的。行，给您留位置，靠窗的。你们这些所谓隐士家族，哪个不是靠老祖宗撑场面？那些老祖几千岁的老东西了，还没飞升，就会窝在家里当缩头乌龟，外面出了事就派小辈出来顶。要我说，要么出来管事，要么麻溜入土，别占着茅坑。人老了，干什么都显得心酸，尤其是躲在后面不敢出来的时候。慕容家的，魏宗主，你们家的事，老夫不想说，但最强的孩子跑我宗来了，你们自己想想为什么？魏宗主，这是我们家的事。老夫知道是你们家的事，老夫只是陈述事实。吴师兄脸上没表情，可俺觉得他心里肯定不是没感觉。你们不要的，老夫捡回来了。105岁的金丹后期，后悔吗？宗主不是只护俺，他护每一个天剑宗弟子，谁受过委屈，他都记着嘞。还有谁想说的？那老夫说完了。魏苍玄，你说了这么多，但问题没解决。魔族留在修仙界，万一出事，谁负责？那你别活了，你活着也有可能出事。那你是不是别活了？还没出事，你们非要假设出事，那老夫也假设一下。假设你们青云宗明天被妖兽屠了，是不是也要怪魔界？年轻人，你记住，老夫1000多岁了，那更该记住了。别管记住什么，你就记住。俺发现宗主说话有时候像剑，有时候像锤子，这一下直接把谢长老砸懵了。阿弥陀佛，魏宗主，今日之事总得有个说法。行，老夫给你们一个说法。第一，屠宗的事，如天剑会去找魔界干的，老夫亲自上。俺爹刚穿上新裤衩，希望他别这么快又出事。如果不是，谁泼的脏水，谁自己喝回去。第二，我宗弟子不管是人是魔，入了天剑宗的门，就是天剑宗的人。谁想动他，先问问老夫的剑。老夫几百年没拔过剑了，但不代表不会拔。宗主这句话一出来，俺忽然觉得俺不用一直攥着剑嘞。屠宗之事尚未查清，诸位正事要紧。
魔兽作乱，魔界也有责任吧？魔界可以协助调查，但有个条件。什么条件？别什么事都往魔界头上扣。善，那就这么说定了。走，回家。走，回家。他那眼神儿大概是说丫头，下次打架叫我回去看好门，别让陌生人进魔宫。来福那个意思俺看懂了，他叫俺哥早点回家。走吧。二师兄飞得怪嚣张，不过人家元婴期又是魔界少主，嚣张一点也正常。我们以后应该叫他福燕还是傅少？二师兄还是少主？所以我们的剑不是魔君送的，是他送的吧？魔界少主送的每把剑刚好对应我们各自属性，是因为少主就是二师兄，二师兄熟悉我们，所以魔君送剑等于二师兄送剑等于自己人送剑。我们的剑是自己人给的，不欠外人。六师兄这个逻辑，情气中带着严谨，严谨中带着不要脸，但俺也觉得怪有道理。二师弟，谢谢。男人之间的友情大概就是这样吧，明明心里啥都明白，嘴上就是不说，不中，这样憋着不难受吗？小杨，能开门辛苦嘞。长这么大了，这是咱们宗？是的。老夫50年没回来，你们把宗门卖了？宗主，我们没有卖，是福燕给的矿石。挖矿这么赚钱？还行。这叫穷宗翻身，卸下自家人。这魔兽怎么是白色的？不像普通魔兽。我们在魔界商贸区域花了500中品买的。三师弟，其实它不是普通魔兽兽。哦，的确不是普通魔兽，老板说是变异白，所以便宜卖我们，原价要800，我们还价还了半天。也不是变异的啊，它是旺财和来福的后代。哥，旺财和来福生孩子嘞，他们不是守门了吗？当差时间还能思想收手？上次来福离家出走3个月，就是去生孩子，回来的时候叼回来的。哦，旺财和来福小时候原来长这样呀，那他以后是不是能像他爹娘一样，长得跟半个山头嫩大？石狮子那么大，一口锅炖不下。难怪老夫在玉灵宗训了那么多魔兽，总觉得他不一样，说不上来，就是不一样。难怪他那么的时候，他知道离远点，不像别的魔兽往炉子上扑。阿弥陀佛。有没有可能他不是有佛性，他就是困嘞？哈哈哈哈！好啊！那帮老东西要是知道天宗宗也有圣兽守门，估计你……宗主，俺能再问个问题不？问，养圣兽幼崽会不会很花钱？成年之前会，比俺还花钱。差不多。所以，咱们宗现在有2个吞金兽，3个。宗主，你也很能吃，你一顿能吃20个馒头，比小泉多整整10个。六师兄，形象代言兽是啥？以后宗门卖东西时，让他站门口。他长得白，站门口怪显眼。这是议事大殿，能容多少人？对，1000人。以前7个人蹲石头，以前咱们开会，现在1000个人蹲在石头上。俺们天剑宗是真的站起来了。宗主，这是咱们自己的灵田，这是300年份的冰晶麦店，这是500年份的火灵芝，这是1000年份的灵桃。那为什么这么小？因为刚种半个月。所以300年费的苗刚种了半个月。是，但至少有自己的灵田了，能种灵草了，不用去玉灵宗投，不用去玉灵宗借了。大长老嘴快，差点把宗门黑历史说出来了。宗主，这是咱们自己的丹房，能炼丹了，不用偷青云宗了。二长老比大长老坦荡，偷就偷，说得怪光明正大。炸过吗？炸过1次盖，但丹炉没事，房子也没事。那还行。丹房安全等级，可
可承受一次炸盖。备入，宗主认可。以后能不能借丹房修锅？锅别在这里修。哦。二长老，丹炉炸盖跟锅炸盖一样不？丹炉炸起来贵一点。那还是锅好，锅便宜。藏书不少。顾晨光，这些是你放的？是。宗门藏书阁放这些？藏书阁不能没有书，但宗门只有剑谱，放不满2层楼，所以弟子自掏腰包补充了课外遗物。三师兄，那当然干啥？小孩子不能乱看。那六师兄咋能买？下次买的话，帮老夫带2本。宗主喜欢什么类型？修仙界的也行，魔界的也行，凡界的也行，最好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不能虐，老夫看不得虐的。弟子记下了。宗主看着像能一剑劈山，没想到看画本还怕虐。俺们天剑宗的人咋都怪有反差哩？这锅哪儿来的？魔界买的，幽冥玄铁的，导热均匀，不粘不糊。挺好。锅比老夫的剑贵。老夫当年接任宗主的时候，天剑宗只有3间破屋，1把断剑，外加一个漏雨的山洞。现在有门了，有大殿了，有后山灵田了，有丹房了，有食堂了，还有圣兽守门。好。这一个好听着怪轻，可俺觉得它比一大袋商品零食还沉。宗主是真的高兴嘞。恁这吃法怪像俺，不中，咱俩以后都得省着点儿。今天人终于齐了，天剑宗建宗以来第一次所有人坐在一起吃饭。老夫云游50年，回来发现宗门变了，变好了，变大了，也变有钱了。但有一件事没变，人还是这么少。没关系，捡回来的都是宝贝。俺以前总觉得自己是被爹送出来打秋风嘞，现在好像不是了，俺是被捡回家嘞。宗主，敬您。敬天剑宗。敬天剑宗。老夫去看看洞府。宗主，您回来的突然，灵鸟还没牵出去，而且他们最近在孵蛋，现在赶不太人道。那老夫睡哪儿？议事大殿、藏书阁、丹房有地暖，老夫那是修炼，不是打盹儿。宗主，你冷不冷？不冷。饿不饿？不饿。要不要俺去给你拿床被子？拿吧，老夫这辈子没想过会盖着禅宗的被子睡在自己宗门的桌子上，还是议事大殿的桌子。你是不是觉得有点丢人？有一点儿。那俺给你讲个笑话。讲。俺爹在魔界穿新裤衩都要炫耀。行吧，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晚安，小平儿。晚安，宗主。宗主威风是真威风，可睡桌子也是真睡桌子。俺们天剑宗连后台都怪接地气。这个秋千不错。吴师兄做嘞，他说女孩子应该有个秋千。这些也是。师兄们都是好人，对俺很好。今天是不是很惊讶？早才到嘞。什么时候？傅衍、傅少名字对得上，都是金丹后期，都在挖矿，都是兼修。刚进宗室，师兄们说二师兄出去挖矿3年了，刚好对俺出生的时间。不愧是我妹妹。你之前说等魔界建设基本落实，就来是修仙界配俺，直接不装嘞。不装了，反正宗主早就知道我是魔族，他捡我的第一天就是看出来了。他说他捡弟子从不看身份，让我安心留这个人真怪有意思，嘴毒爱装睡桌子，可他捡人是真的不问出身。哥，你是因为俺才回魔界的吧？差不多，也因为魔界太穷了，
爹不会管理，不会搞建设，不回去帮他的话，魔宫都要被他卖了，怕你连糊糊都吃不上。哥，谢谢你。那你以后不回魔界嘞？偶尔要回。是得回，不然爹那个文盲连裤衩都卖不明白。娘还要闭关多久？应该快了，他很厉害，一定会晋升成功。哥，娘为什么不要爹，也不要俺？故事要从很久以前说起。娘是修仙界有名的天骄，500岁的化神期，修仙界最年轻的化神期，嫉恶如仇，眼里揉不得沙子。爹是魔界魔君，修为高，比历史上任何一任魔君都高，但人傻，出门不带脑子，全靠蛮力。这个俺信，俺爹那个人确实一看就怪好糊弄。据说他当年继位的时候，魔界老贵族们集体松了口气。为啥？太好了，是个傻子，好糊弄。唉，老贵族眼光还挺准嘞。俺爹要是听见，估计会说他那叫大智若愚。可俺觉得他就是若愚。爹当时在追一个逃进秘境的魔界叛徒，追了3天3夜，饿得头晕眼花，蹲在树下啃灵草。娘正好路过，看见一个黑衣男人蹲在树下啃树皮，以为是个落魄散修。道友有吃的吗？爹跟娘第一句话就是要吃嘞。怪不得俺打秋风这事这么熟练，原来是祖传嘞。娘看他可怜，给了他一个馒头，然后他缠上娘了，因为他觉得娘像有钱人，肯定还有不少吃的。爹那时候就这个出息。那时候他就这个出息。在下散修，幸福。小宗门弟子，姓清。那时候他们都用了化名，爹自称散修，娘自称小宗门弟子。爹那时候就不说实话。爹不敢，他是魔君，修仙界和魔界是死对头。他要说自己是魔君，娘当场就得拔剑砍他。那娘嘞？娘也不敢，他是青云宗弟子，还是宗主看中的接班人。他要说自己是青云宗的人，爹也得跑。所以他俩互相骗？互相骗，但感情是真的。他们一起打妖兽，一起采灵药，一起逃命。打着打着就有了感情，逃着逃着就在一起了。后来秘境出了意外，他们被困了很久。久到有了我。那后来嘞？他们出来后，谁也没有暴露真实身份，2个人用化名继续在一起，带着我在修仙界和凡界到处游历。他们谁也没教我完整修炼法门，怕露馅儿。一个魔君教出来的招式，一个青云宗天骄教出来的剑法，拿到外面去，一眼就能看出来理。所以哥，你的剑法是自己悟嘞？差不多，他们只教基础，发力、用气、呼吸，剑法是我自己拼出来的。难怪师兄们说你刚来时剑法怪，原来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拼嘞。后来娘接到青云宗传讯，宗主让他回去，意思是让他接班。我是青云宗弟子。宗主怀疑青云宗里有人勾结魔界，需要一个绝对信得过的人接任宗主。娘答应了。青云宗里有人勾结魔界？娘一直查不出来，没有证据，也不敢轻举妄动。娘说等他强大了，等他查出背后之人，就辞去宗主之位，一家人一起生活。
爹答应了。爹心虚？当然心虚。他要是坦白自己是魔君，娘当场就能把他打成猪头。一个魔君，一个青云宗未来宗主，比猫和老鼠成亲还离谱。直到58年前，有人找到了凡界要杀我，但爹不在。不知道爹是没收到消息，还是赶不回来。反正他不在，我一路逃，想去找娘。然后宗主路过，他把我救了，捡了回去。娘后来知道这件事，很后悔，恨自己没有保护好我，也恨爹不知道跑哪里去了，连儿子都不管。那你就在天剑真宗待了50年。娘让我留在天剑宗，她说这里安全。宗主虽然穷，但能打，整个修仙界没几个人打得过他。那爹呢？你们知道爹是魔君了吗？不知道。爹消失了20年，我在天剑宗待了20年，找不到他，娘也找不到他。他就这么消失20年，连你都不找？后来我才知道，魔界那时候内乱，爹被几个老牌贵族逼宫，差点连王位都丢了。他花了整整20年才平定内乱，后来他说不找我，是怕连累我。他说，如果我输了，你就是前魔君的儿子，那些贵族不会放过你。若我赢了，你再来认我这个爹，也不迟。30年前，修仙界和魔界冲突到了极限，爆发仙魔大战。我那时刚突破金丹，跟随长老们出征。他看了我一眼，又看了青云宗方向一眼，不到一盏茶的功夫就跑了。不打了。整个修仙界都说魔君是不是脑子被门夹了，我也懵了。虽然他戴着面具，但我认出来了。那就是爹。俺爹看见媳妇儿和儿子直接不打嘞。很符合俺爹。反正他把娘哄好了，然后他们又恩爱了，再然后就有了你。那娘啥时候才知道爹是魔君？生你的时候。生俺的时候？那娘那会儿得多生气呀！3年半前，娘怀你的时候，已经很少回青云宗了。她把大部分事务交给长老，自己躲在凡界养胎。那段时间，他们都很开心。爹每天变着花样给娘做饭，娘每天挺着肚子在院子里散步，爹就跟在后面。等等，俺爹不是不会做饭吗？他做的是糊糊，各种糊糊，灵米糊糊、灵麦糊糊、杂粮糊糊、野菜糊糊。梦儿，今日换了新口味。俺想象了一下，不中，怪不忍知县嘞。后来呢？后来，娘生你那天难产，爹急疯了，他把方圆100里的产婆、医修、炼丹师全抓来了。夫人灵力暴动，浑身灵气乱窜，再这样下去，大人孩子都危险。爹为了救娘，动用了魔君的力量，用魔君压下了暴动的灵气。梦儿，我是魔君。娘啥反应？沉默了很久。这些年，你说的每句话都是骗我的吗？只有身份是假的，其他的都是真的。我要回青云宗。什么时候回来？先带孩子回魔界。所以娘不是因为生爹的气才不要俺的？不是，她是在保护你。青云宗里勾结魔界的人还没揪出来，她怕有人伤害你，也怕别人知道你是魔族，所以把你留在魔界，因为她知道爹很强大，能保护你。俺爹这新裤衩咋啥时候都能出现嘞？哥，恁啥时候知道自己是魔界少主的？30年前仙魔大战之后，
气吗？生气，但你是我爹，这点改不了。谢谢恁帮爹，谢谢恁回魔界，谢谢恁来修仙界找俺，谢谢恁做俺哥。早点睡，明天还有很多事。今天发生了好多事，睡吧，明天还有好多事嘞，不想嘞，明天再想。反正俺现在有哥哥，有师兄，好像也没那么怕了。咋嘞？天塌嘞？天没塌，小姑娘出门要美美的。三师兄，俺们扎一样的辫子。对，为啥呀？这叫排面。哦，排面中。早点回来吃饭，今晚给你做红烧肉。真的？真的。那俺一定早点回来。有仇的记下来，回来师兄给你报仇。记仇也要规范。中，俺会好好记。俺以前谢谢大师兄。不怕。中，俺不怕。俺以前觉得俺是带着一整个天宗宗出门，俺身上都是家里人给俺称累底气。俺哥现在这个脸色，怪像看见自家白菜被别人浇水，又高兴又觉得水壶不是他嘞。二师兄，你一脸便秘干啥呢？想吃馒头，食堂还有，自己去拿。三师弟、四师弟，你们变了。哪里变了？你们现在都不关心我了。堂堂魔界少主跟3岁半的小师妹吃什么醋？就是哥，恁都108岁嘞。你们知道吗？我30年前才知道自己是魔界少主，3年半前才回魔界。老实说，魔界比咱们宗还穷。我不仅要每天挖矿搬砖搞建设，还要帮我爹管理魔界大小事事。每天睡眠不到2个时辰，就这样还得抽空练剑，就怕剑术退步拖宗门后腿。行了，吃吧，多吃点，看你瘦的。神女宗女修送的，没用过，给你。谢谢五师弟。堂堂魔界少主，过得比我还苦，有被安慰到。哥，辛苦嘞。都杵在这儿演生离死别呢，去开会，又不是去跳出仙台送死殉道，一大早搞那么伤感给谁看？哼，赶紧的，搞快点。哥，馒头甜不甜？还行。四师兄整理馒头，怪顶饿。昨天去万仙梦是北神，今天再去，俺带着鞭子、馒头、鸡稠本和糖，不中，气势都不一样嘞。俺和俺哥这个站位咋说呢？身份很大，位置很小。今天这事儿不像昨天吵架，是真的死人嘞，好多死人。经过1个晚上的调查，我们发现了新的线索。除了被妖兽和魔兽咬死的伤口之外，还有被法器所伤的痕迹。不是单纯受袭，是有人操控妖兽和魔兽，配合法器攻击。这是碧落宗大长老元婴期一招毙命，碧落宗2长老元婴期同上。那是碧落宗宗主，他的修为呢？化神期的肉势怎么会这样？碧落宗宗主化神期，几招毙命，修为被吸干，灵根被挖，手段残忍，出手之人至少练虚期。俺算一下，宗主是合体期，背后要是合体期，宗主能打；背后要是大成期，宗主可能打不过。宗主打不过，长老们也打不过，长老们打不过，师兄们更打不过，那就只能逃。魔界肯定是魔界，练虚期打手，还有高阶魔兽，除了魔界，谁能有这个手笔？魔界必须给一个合理解释，为什么魔兽会出现在修仙界？高阶魔兽只有魔君能控制，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儿吗？又来了，新线索老套路，锅还没热就往魔界头上扣。高阶妖兽总不是魔界的吧？你们怎么不说背后之人是修仙界？如果是修仙界的人干的，那遭殃的肯定是魔界城池，这是常识。难道不是因为魔界城池固若金汤，魔君亲自驻守，贼人不敢进去？杀鸡儆猴，当然挑软的捏。谁会一开始就挑硬骨头啃？魔界高阶魔兽全部登记在册，明面上的确只有魔君能调动，但魔君没有动机，儿子女儿都在修仙界宗门当弟子，我爹干嘛这样做？妖兽和魔兽袭击宗门，万仙盟很容易沿着线索查到与妖兽亲近的我妹妹头上，查到我妹妹就很容易查到她是魔族，查到她是魔族就会查到她是魔界公主，
届时，整个修仙界的怒火都会落在他身上。众所周知，修为越高越难孕育子嗣，而我爹他没必要这么干，除非他想体验一下失去女儿的感觉。我爹孩子又不多，他折腾什么？俺爹脑子是不好使，但也没坏到这个份上。这话你回去别当他面说。中，俺偷偷说。又来谁了？这威压不中，压得俺馒头都不香嘞。啊，是乌龟王来了。宗主这嘴真是开口就见血，俺还没看清人，他已经把人名字起好了。魏小子还活着呢，还是这么讨人嫌。你们这些老东西倒是没变，几千年了也还活着呢。咱修仙界的医疗条件确实不错。此次修仙界大规模被袭，身为修仙界一员，我等自要出来主持大局。哼，以前就不是修仙界一员，当今之计乃查明真相，安抚人心，而非互相攻敌，徒增纷扰。说得对，那你们怎么现在才出宗的事发生好几天了？前几天在睡觉。哥，他们说话好慢呀。年纪大了。中，嘴也生锈了。此次高阶魔兽与高阶妖兽联合作祟，实属罕见。我等怀疑乃是1000年前遗留的邪修组织所为。万仙盟追查1000年，至今未能剿灭。此次大规模袭击是挑衅之举。等会儿，你们说你们追，你们是躲在乌龟壳里追，还是躲在传讯符里追？魏小子，说话客气些。客气？老夫刚才说的是乌龟壳，没说王八窝，已经很客气了。邪修组织追了上千年没剿灭，那你们在干嘛？在睡觉？还是不想查？还是查到了但不敢动？你什么意思？意思就是，都是千年老狐狸，装什么纯良小白兔？俺算看出来了，宗主不是来开会嘞，宗主是来拆乌龟壳嘞。既有魔兽参与，证明此事与魔界脱不了关系。若要脱罪，魔界应自证明白。自证？好啊，那你们先自证一下，怎么证明自己不是邪修？毕竟练虚期的打手，也就你们用得起。魏小子，你这是强词夺理！我们活了几千年，怎么可能是邪修？活了几千年就不能是邪修了？邪修脸上写字了，还是你们额头刻着好人2个字？你说有魔兽就是魔界干的，那有灵兽是不是玉灵宗干的？有佛珠是不是禅宗干的？有剑是不是天剑宗干的？按你这个逻辑，谁家有啥就是谁干的，那天下所有坏事都有人背锅了。你家有刀，杀人就是你干的；老夫家有筷子，吃饭就是老夫干的，合理吗？刘师兄，宗主这叫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外加逻辑反杀，听着怪高级嘞。魏小子，你门下2名魔界弟子理应避嫌。避嫌？那你们慕容家跟上官家世代联姻，是不是也要避嫌？万一上官家干了坏事，你们慕容家是不是同谋？你们2家也是。欧阳家和司徒家上千年前就开始联姻结盟，也理应避嫌。还有你们这些老祖宗，几千年的老交情，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你，是不是也要避嫌？还有万仙盟在座的，有几个没去过魔界商贸区买东西？大家都有勾结魔界的嫌疑，是不是整个修仙界都应该避嫌？照你们这个逻辑，干脆大家都别查了，各回各家，各找各妈，散会吧。魏苍玄，莫要强词夺理。强词夺理？那好，你说点不强词夺理的。你们几个老家伙，一个个窝在家里几千年，外面的事一概不管，妖兽袭击村镇时不管，邪修作乱时不管，现在突然跑出来说雷子主持大局，请问你们有什么资格上桌？宗主说话真不怕挨打，俺要是这么说，估计早被拍成馒头饼嘞。怎么，说不过就要动手？那就动手吧。传出去说你们一群几千岁的老家伙欺负一个2000岁的年轻人，看你们要不要脸。我什么我？老夫才2000多岁，在你们面前确实是年轻人。年轻人说错话，你们当长辈的不应该包容一下吗？怎么，你们活了几千年就活成这样，心胸跟年龄不成正比啊？吃一堑长一智，你们光顾着吃了。哥，宗主是咋活到现在嘞？大概是因为他确实很能打，嘴也很能打。
宗主生存原因初步分析：剑快，嘴更快。宗主年轻时是修仙界第一天骄，这么厉害，而且打不过还能跑。据说宗主跑起来连大成期都追不上，还能这样？最重要的是，我们天剑宗有底气。啥底气？宗门大阵是祖师爷留下的，据说大成期也闯不进去。俺懂嘞，原来宗主自己也有乌龟壳。诸位老前辈，能否听晚辈说一句？58年前，我还只是一个炼气期小修士，曾被邪修追杀过。对方头目也是炼虚期，我一路从凡界逃到修仙界，才碰巧被宗主捡回去。我怀疑追杀我的组织和屠宗的是同一伙人。炼虚期杀炼气期，不过弹指之间。你是怎么跑掉的？因为他们并不是想杀我，而是想活捉。这道伤是对方差点废了我的暗灵根留下的。暗灵根？对方比我自己更清楚我是魔族，也清楚我爹是魔君。这么说，魔界也出了叛徒，还和修仙界的叛徒联合了。若真如此，那这邪修组织藏得够深。哥说的轻飘飘，可那刀疤那么长，当时肯定很疼，怪疼嘞。等等，你是魔界少主，身边应该都是高阶魔将，那些人能跑去魔界王都杀你？当时我在凡界。你在凡界干嘛？你不是魔界少主吗？那时我还不知道自己是魔界少主。什么？等等，你是说你跑到修仙界之前，进天剑宗之前，不知道自己是魔界少主？魔界少主不知道自己是少主？不知道。那你怎么知道自己是暗灵根的？宗主看出来的，入宗第一天他就看出来了，但他没说，过了20年才告诉我。没错，福彦58岁入宗，在天剑宗待了20年，还不知道自己是魔君的孩子。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个普通散修的儿子，父亲在外跑生意，母亲在宗门打杂。哥，你当年这么好骗呀？那时候我小，58岁还小。标准的修仙界留守儿童剧本。直到30年前仙魔大战，他跟随天剑宗出征，看见魔君顶着个面具出场，才认出来那是他爹。3文钱的面具是他在凡界地摊上花3文钱买的，是他38爹生日那年。这事儿怪丢人，但也怪像俺爹能干出来的事儿。所以你是在凡界和天剑宗长大的？你爹为什么要瞒着你身份？怕你骄傲？我知道了，肯定是为了瞒你妈，对不对？哦，这就说得通了，肯定是魔君在外面骗的女人生的孩子。如果骗的是魔界的人，那无需隐藏身份。这样看来，魔君骗的一定是我们修仙界的女修，而且肯定来头不小，不然不用这么藏着掖着。这些大佬刚才还要查案，现在一个个向茶馆里听书嘞。俺寻思着要不要给他们搬点瓜子儿。无可奉告。有些事说出来就是另一回事嘞，他们猜到了，也只能装没猜到。行了行了，你们是来查案的，还是来听书的？要不要再给你们备点瓜子花生？眼下当务急有2件事，其一，查清楚屠宗凶手；其二，防止再发生类似袭击。我现在回魔界去查，高阶魔兽明面上确实只有我爹才能调动，但魔界一些老牌贵族是允许圈养中阶魔兽的。如果他们的魔兽进阶成了高阶，没有报备，或者他们和修仙界的人勾结，这些都要回魔界去查。善，魔界少主请便，有消息随时通报。哥，消息。知道了。二师兄，活着回来，别逞强。需要帮忙就传讯，别一个人扛。二师兄回魔界调查，风险等级高，被入必须定期报平安。小心。邪修太猖狂，必须严查。魔界也有责任，各宗需尽快稳住人心。俺听的耳朵都快长茧嘞。他们说来说去就是国别砸俺家，事儿别人去查。青云宗负责东线，玉灵宗负责南线，灵气宗负责西线，神女宗负责北线。禅宗居中协调，哪里需要便去哪里。尹氏家族负责提供情报与资源。情报与资源？
俗称后勤保障。翻译成人话就是：你们先去送死，我们在后方看着。宗主，咱们。魏宗主性情过于冲动，若去现场恐生变故，调查将就谨慎，不宜毛躁。而且魏宗主太能骂人，怕去了现场跟人打起来。翻译成人话就是：宗主恁一边凉快去，别来添乱。行，那老夫回去等消息。诸位慢慢查，查不出来再找老夫。老夫不着急。宗主，他们为啥不让您查呀？因为他们怕老夫查出点什么。查出啥？查出不该查的东西。俺决定不问嘞。再问下3岁半来耳朵，还是少装点秘密为好，装多了晚上睡不着。宗主，您今天骂那些老祖，不怕他们记仇吗？老夫仇家可太多了，不在乎多几个，1000个和1001个有什么区别？你有1000个仇家？大概吧，后来更多了，数不清了，懒得数了。反正每天都有新人加入，像赶集一样。那您不是天天被追杀？是的，以前一天被追杀800遍。800遍，那么多？有时候一天来好几波人，上午一波，下午一波，晚上一波，半夜还有一波夜值的。那些年修仙界的追杀令一半都是冲着老夫来的，一路半是冲别人去的，但追着追着也拐到老夫这儿来了，不知道为什么。一天被追杀800遍，早上出门被看，中午吃饭被看，晚上睡觉被看，半夜起夜还得先看看窗外有没有人举刀。宗主还能活蹦乱跳到现在，这还是人吗？这是蟑螂吧？踩都踩不死那种。那您被追杀的时候后悔骂人吗？不后悔，反正都要被打被追杀，还不如先骂痛快。你想啊，挨打是一定的，但骂人是免费的，免费的东西不享受，那不是傻吗？这个逻辑好像有点道理，又好像哪里不对。俺3岁半的脑子暂时转不过来。小平儿，记住啊，中。脏话要说出来，嘴巴才舒服，咽下去心就脏。记住嘞。所以宗主，您今天骂他们是为了心不脏？对，为了心不脏。老夫这颗心干干净净的，可不能为了几个老东西弄脏了。俺默默记下来。宗主哲学记录：骂人可输气，憋话会脏心。备注：理论有待见证。我觉得挺有道理，憋着确实难受。难怪宗主活得久，少学一点。中，大师兄，俺选择性许。今天怕不怕？怕啥？怕那些老东西，怕邪修，怕幕后黑手，怕以后的路不好走，怕的东西多了去了。你一个3岁半小孩，怕也正常。不怕。为什么？因为俺爹是魔君，俺娘是青云宗宗主，俺哥是魔界少主，还是天剑宗2师兄。俺自己是修仙界实力第1宗门的弟子，俺有5个师兄，1个哥，还有3个长老和1个宗主。俺上面有人，中间有人，后面也有人，俺怕谁？好好好好，你很有老夫年轻时的风范。宗主当年也这么狂过，有多狂？狂过，比你狂多了。老夫年轻的时候，一个人单挑过3个宗门，好厉害！后来，然后被他们追杀了300年。但是，追杀老夫的那些人，现在坟头草都3丈高了，而老夫却活得好好的。3丈高的坟头草大概有多高？能不能藏下一整只妖兽？不对，那3岂不是都快赶上打点一窝？算了，不算了。宗主意思俺懂，他赢了。小平儿，修仙界也好，魔界也好，活得久的人说话才有人听，所以处事别急着拼命。宗主，您当年为啥云游呀？待在宗门太闷了，每天看着那几座山、那几棵树、那几个人，腻了，所以就出去了。那外面好玩吗？好玩，到处是仇家，天天被追杀，刺激。别人云游是寻仙访道，俺宗主云游是主动送上门给人追杀，这像拉链。有一次在东海被人追杀，追了3天3夜，从东海追到南海，从南海追到北海，最后追杀的人先累死了，老夫还活着。宗主，您这个云游怪费头家嘞，说明他们体力不行。那你现在为啥回来？在外面待腻了，而且听说宗门多了个小弟子，想回来看看，顺便看看那些老东西是不是还活着。结果嘞？结果还活着。那您刚才说快乐是啥意思？有些话
听一半就行，听全了晚上容易做噩梦。傅燕那小子跟你说过你爹娘的事吗？昨天晚上说嘞，在秋千上说嘞，说了很久，说到月亮都歪嘞。那老夫给你补一点。100多年前，魔君追查魔界叛徒，追到了修仙界。为了隐藏身份，他伪装成一个散修，摆摊卖福利散修。摊位比当年的天宗宗还寒酸。你娘那时候也是伪装身份出来历练。他自称小宗门弟子，实际上已经是青云宗内定接班人。2个人都在骗对方，都在演戏，结果演着演着，演到一块儿去了。俺爹娘这叫互骗式恋爱，差不多。他们被人算计了，有人用禁术封了一个上古秘境，把他们困在里面。那个秘境本来就是上古遗迹，进去的人九死一生，里面妖兽多，阵法密。他们被困了10多年，困到生下符焰。那些人本来想把你爹娘困死在秘境里，魔君回不去，魔界贵族就可以架空魔界；青梦回不去，青云宗长老就可以换人接班。一箭双雕，一石二鸟，一网打尽，一锅端。4个字，一个意思，看得出来，总主是真欣赏这个计谋来歹毒程度。但是没想到这2人居然在秘境里相恋了，更没想到秘境后来被你爹偷偷破开了。咋破开了？用拳头。那禁制按常理，至少需要3到5个合体期联手，用专门破阵法器才能打开。结果你爹一个人用拳头砸了3下，禁制就碎了。这样子，俺爹用拳头破上古禁制，人家用脑子破阵，俺爹用拳头，脑子不够，拳头来凑。关键是他还真凑成了。他们出来后各回各家，你爹回魔界平乱，你娘回青云宗接班。那些人又生一计，劫持你哥，威胁你爹娘。炼虚期去抓一个炼气期小娃娃，本以为手到擒来，没想到被老夫救了。宗主，您当时是不是可得意？也就一般得意。然后他们又搞仙魔对立，引发仙魔大战。本以为好浑水摸鱼，没想到你爹直接投降。那些人啥反应？据说当场就懵了。魔君投降了，准备好的后手全用不上，全成了废纸。他们又想借赔款架空魔界，结果你哥回去帮他挖矿开商贸区，还搞什么产业链垂直整合。啥链？老夫也不懂，反正挺赚钱。才3年，不仅还清了钱，还促进了2界互通。那些人的计划一环扣一环，困魔君，劫少主，挑拨仙魔大战，架空魔君。机关算尽，却每一步都算错了，算来算去，把自己算进了死胡同。像茶馆里听书听到精彩处，恨不拍大腿。宗主，您救俺哥的时候，知道他是魔界少主吗？当然知道，老夫活了2800年，连魔族都认不出来，不如找块豆腐撞死。知道，那还救？追杀符焰的人是修仙界的，老夫就想给他们添堵。你们不让救，老夫偏救；想杀，老夫偏养。而且捡个魔界少主回去守门，多有牌面。天剑宗一出手就是魔界少主，这牌面，整个修仙界谁比得了？宗主坚韧思路，真清气。别人坚韧看根骨，他坚韧看能不能给仇家添堵，有没有牌面。不过俺哥后来确实很能打，也很能赚钱，所以宗主这眼光歪归歪，准也是真准。宗主，您知道土宗母后之人是谁不？知道不知道的，知不道。啥叫知道不知道嘞？知不道？就是老夫心里有数，但没有证据。有证据的事才能说，没证据的事只能想。想了也不能说，说了就是造谣。造谣要被追杀的。哦，那你想的是谁？回家再说。小师妹，没事吧？没事儿。锅里还热着红烧肉，炖了2个时辰。不是俺想叫哩，是红烧肉叫俺叫哩。听说那些老祖出关了，有没有为难你？
有没有说你坏话？有没有人瞪你？有没有人偷偷放屁赖你头上？没有。宗主在，谁敢为难俺？二师兄呢？回魔界调查嘞。小泉儿，先去吃饭。温之雅、景元，你们跟老夫来大殿。宗主连饭都不着急吃了，他平时不是最积极的那个吗？是啊，宗主可是一顿能吃20个馒头的人。说什么事不能当着我们的面说，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唉，大人的世界就是这样，一遇到麻烦就把小孩支开，好像我们听不见就代表事情没发生过一样。那俺先去吃肉。去吧去吧，天塌了也有宗主的嘴顶着。对对对，肉有灵魂，要趁热吃，凉了魂就散了。中，魂不能散。先吃。四师兄，这肉中，快中！小师妹，快说快说，殿上什么情况？对，听说宗主把那些老祖怼了。听说魔界少主不，二师兄今天都插不上话。你们仔细看吧。小师妹，你写的这些字，我一个都不认识。那是字吗？这个歪歪扭扭的是什么？哦，那是宗主。这个呢？这个呢？那是马人。这个圈圈呢？那是老祖。俺不会写，就画了个乌龟壳。算了，你直接说吧，念出来比才省时间。俺觉得俺记得挺清楚嘞，就是他们文化水平高，看不懂俺的简化符号。有人想挑拨仙魔两界，还勾结了魔界的老牌贵族，还追杀过二师兄，还是连续期的打手，太过分了！练气期啊，那是修仙界食物链最底层，比路边小草还脆弱，他们这都不放过。这些事如果连起来看，有人在下一盘大棋，下了100多年，比宗主的年龄零头还长。他们想把仙魔两界的水搅混了才好摸鱼。小师妹，你才3岁半，这些弯弯绕从哪儿学的？话本里都是这么写嘞，搞事情不都是先把水搞混吗？哪个话本？咱家剑宗团宠小师妹第9章第3节。小师妹，那个神秘女修士，当然是俺娘啦。你娘是青梦呀。咋嘞？俺没说过吗？他说过吗？没有，完全没有。我所有记录里没有这一条。青梦宗主，青云宗宗主青梦，俺娘，俺爹是魔君，俺娘是青梦。这个昨天哥给俺讲嘞。恁们不吃吗？青云宗宗主青梦，上一届第1天骄青梦，500多岁化神大圆满的青梦。就是他，俺娘。难怪仙魔大战魔君投降时看青梦宗主的眼神就不对劲儿，我当时还以为是战术性凝视，没想到是战略性看媳妇。俺爹那人确实干得出来。六师兄，啥叫基因？就是爹妈都厉害，所以你也厉害。哦，那俺确实有点占便宜嘞。俺以前以为自己只是吃的多，现在发现俺可能是爹娘配置太高。这事有多少人知道？没多少人，但那些老家伙应该知道，毕竟宗主都知道嘞。可是3个长老就不知道啊。也就是说，谁知道青梦宗主是二师兄和小师妹的娘，谁就最有可能是当年布局的人。这个推理没毛病，但宗主怎么知道的？宗主说他活了2800年，没啥是他不知道嘞。也对，一个每天被追杀800遍都没死的老头，知道点别人不知道的秘密，很合理。
不合理的是，他居然还活着。宗主这次回来，那几个老祖也出关了，时间上是不是太巧了？对，宗主前脚到，他们后脚到，像约好的一样。宗主肯定知道什么，而且那几个老祖也知道宗主知道什么，所以宗主一回来，他们就出来了。但他们不说，宗主也不说，这就是成年人的世界，心里什么都明白，嘴上什么都不说。也可能是宗主懒得跟他们说，毕竟跟傻子说话说多了自己也会变傻。老祖们活了几千年，傻的比较有经验。小师妹，你的嘴越来越像宗主了。这是夸吗？你猜？俺觉得应该是夸，毕竟宗主能活2800年，嘴肯定也有功劳。你们有没有觉得整个事情一环扣一环，像一串糖葫芦，串得死死的？小师妹在魔界渡劫，本来大家都以为是魔界天才，按理说这事儿就这么遮掩过去了。第二，结果没几天就发生了屠宗的事。妖兽和魔兽是天敌，他们联合的概率跟我明天飞升差不多。那基本不可能。对，基本不可能。第三，妖兽和魔兽联合，让人一下子联想到亲近妖兽的小师妹。第四，查到小师妹头上，就会查出小师妹就是混沌灵根。第五，混沌灵根本身就招惹嫉妒，如果这个混沌灵根还是魔族，那就更招惹嫉妒。于是他们就顺势要求天剑宗把小师妹逐出修仙界宗门，动机、证据、舆论全都有了。只是他们没想到，魔界少主亲自带人来万仙盟护场，更没想到魔界少主居然也是天剑宗弟子，这反转比画本还离谱，还能巴掌我个字指头啊！最没想到，宗主提前回来了。宗主一回来，他们就闭嘴了，比掐了脖子的鸭子还安静。于是，那几个老祖就出来了。他们不出来不行，再不出来，场面就要被宗主完全掌控了。所以，他们的目标是小师妹。好，为什么是俺？因为你是混沌灵妹。混沌灵根咋了？混沌灵根意味着你能吸收天地间所有灵气，你是这个时代唯一的混沌灵根，所以你也是这个时代最大的气运者。就是运气最好那个人。妖兽见了你绕道走，秘境里的灵药都主动拔须给你。你连渡劫都比别人多一道，还是修复效果的那道。魔界送矿石，玉灵宗给刻亏令，照有钱买你的破烂。天剑宗从一个吃馒头的宗门变成了吃肉、有剑、有大殿的宗门。妖兽怕俺，灵药给俺嘘嘘，雷劫还帮俺修复，玉灵宗给俺糖，魔界给俺矿，好像俺运气真还中。气运这种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它决定了一个人能不能突破瓶颈，能不能渡劫成功，甚至能不能飞升。有气运的人，随便走走都能捡到天才地宝；没气运的人，喝凉水都塞牙；气运好的人，走路捡零食；气运差的人，走路踩狗屎。哦，那俺不想踩狗屎。你的运气很好，而运气好的人会被人盯上。盯上俺干啥？气运可以被夺走，被炼化，被献祭，被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所以有人想抢俺的运气，这也能抢？能。那能不能去抢别人嘞？比如去抢那几个老祖嘞？理论上可以，但你打不过他们。那俺先打弱嘞。小师妹，能参与这种事儿的，弱的也没有。这就很尴尬嘞。抢俺的人比俺强，俺想抢的人也比俺强，俺就是被夹在中间那个人。3岁半，金丹初期，混沌灵根，气运之女，但是谁都打不过。打不过也没事，你有我们。对，谁敢抢你，先问问我的剑，还有我的符，虽然还没学会，以及我的本子，我会把仇记得非常清楚。那俺先吃饱，吃饱了才有力气不被抢。对，这话有道理。先吃肉，天塌了也得吃肉。应对气运被夺风险初步方案：第一，保护小师妹；第二，让小师妹吃饱；第三，查清幕后之人；第四，有仇必记。那帮老家伙突然出关，
肯定不是单纯为了主持大局吧？重孙子没了都不出来，这次一个个跑得比谁都快，比赶集还积极。难不成在家闲得长蘑菇了？阿弥陀佛，事出反常必有妖，人若反常必有刀。不让老夫参与查，不就是怕查到他们头上吗？宗主，您都知道些什么？那就从头捋。100多年前，布局者就开始动作了。100年前，齐梦失踪好几年的事，你们知道吧？知道。当年青云宗因为接班人的位置吵了整整7年，差点把大殿屋顶掀了。有人说他被杀了，有人说他叛变了，还有人说他被妖兽叼走了，还有人说他跟人私奔了。那你们知不知道，那会儿魔界也出了一桩大事，魔君也失踪了。对，听说魔界有段时间确实群龙无首，贵族们争权夺利，差点把魔宫拆了。那段时间魔界消息传不过来，我们还以为他们在憋什么大招，结果是在抢椅子。所以两边同时失踪，不是巧合。当然不是巧合，因为布局者用禁术封了一个上古秘境，把这2个最有可能搅局的人关在里面了。等等，魔君和青梦，青梦丫头，对，就是她，跟魔君在秘境里待了好几年，生孩子的那种。也就是说，傅少和小平儿是青梦的娃。对，恭喜你答对了，虽然没奖品。阿弥陀佛，难怪青梦后来回来常不见人。听说他跑去凡界历情劫，等凡界道侣死了才回宗继位，但没人听说他有孩子，也没人怀疑过他有孩子。死了就是回魔界了，这谎撒的还挺省事儿。既不用解释道侣去哪儿了，也不用解释孩子从哪儿来。他道侣没死，他有孩子，只是道侣回魔界了，孩子被老夫捡了。你们不知道，老夫捡符叶那天，一眼就看出他是魔君和青梦的孩子。一眼？一眼。看见没？我儿子，我儿子。当年魔尊喜当爹，到处炫耀，跟妖兽说完，跟树上的鸟说。那段时间，秘境里的妖兽看见他就跑。虽然傅岩长大了，变样了，但那双眼睛跟魔君的一模一样，那灵根，那气质，那股藏得不太好的魔气，错不了。就好像你吃一口馒头，就知道这是延川蒸的，别人蒸不出这个味儿。宗主，您怎么知道这么清楚？对呀，这个布局之人都未必知道这么多吧？宗主，您蹲人家床底下了？老夫当时也在秘境里。被追杀嘛，恰好就躲进去了。躲进去之后发现出不来，就跟他们一起被困了好几年。所以宗主你也在那个上古秘境里？在，还在里面待了好几年。还看了他们谈恋爱。闲着也是闲着，顺便看看那对奇葩谈恋爱，打发时间。秘境很大，他们住东边，老夫住西边，隔着好几座山呢，不算床底下。但老夫修为高，耳朵好，也没特意听，顺风飘过来的。耳朵他自己要收，老夫也拦不住。就像你们不想吃黄瓜，但黄瓜就在面前，你们能忍住不吃吗？宗主，谈恋爱好看吗？好看，比画本好看。画本写的都是假的，这个是真人真事，而且不花钱。魔君那个人虽然脑子不好使，但追人的时候特别认真。他给青梦做饭做了3年。做什么？各种糊糊，灵米糊糊、灵麦糊糊、杂粮糊糊、野菜糊糊、蘑菇糊糊、树皮糊糊，虽然换着花样做，但都是糊糊。今日是新口味。西梦一开始嫌弃，后来习惯了，再后来不吃睡不着觉。这也能习惯？3年都吃糊糊，铁人也能习惯。阿弥陀佛，习惯也是一种修行。那青梦呢？他什么反应？他教魔君认字。魔君那个字写得像蚯蚓在纸上跳舞，横不平竖不直，连自己的名字都能写错。这是
青梦。青梦教了他3年，他终于能把青梦2个字写对了。然后青梦说：“不错，有进步。”他高兴地在原地翻了3个跟头。魔君翻跟头？对，翻了3个，一个前滚翻，一个后滚翻，一个侧翻，动作标准，落地稳健，不愧是练过的。阿弥陀佛，贫僧今日听到了不该听的东西。不，你们听到了真相。后来他们出来了，各回各家。魔君回魔界平乱，青梦回青云宗接班，老夫也回了天宗宗。本来以为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各过各的。但是有人不想让他们安生。布局者又生一计，劫持符砚威胁魔君和青梦。炼虚卫去抓一个电气息的小娃娃，手到擒来的事儿比捏死一只蚂蚁还容易。结果老夫路过，顺手救了。那炼虚系的打手看到老夫跑得比兔子还快。总之，整个故事就是这么个事儿。要不要给你们买点正经瓜子？有的话最好是5香的。好了，说正事，那些老东西到底想干嘛？绕这么大一圈，折腾上100年，总不是为了好玩吧？100多年的布局，光策划就策划了几十年，执行又执行了几十年，这耐心拿去种树都能种出一片森林了。他们啊，大限将至了。是啊，那几个老东西，最小的也活了5000年，大层期的寿元也就5、6千年，再不能飞升，就该灰飞烟灭。所以他们是想飞升？飞升，但飞升需要渡劫，渡劫需要准备。大成期的劫不是想渡就能渡的，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最重要的是需要足够的气运。气运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它是渡劫的硬通货。气运不够，天雷把你劈成灰；气运够，天雷劈完还能帮你淬体。同样是渡劫，有气运的叫飞升，没气运的叫火化。所以他们搞仙魔对立搞了上百年，是想炼化2界气运。最好再来一次仙魔大战，这样就能聚集2界所有高层天骄和气运，到时候用法阵一起炼化，2界的气运就归他们了。一将功成万骨枯，他们要飞升，要踩着多少人的尸骨？宗主，你有证据吗？没有。万仙盟是讲规矩的地方，没证据就是诬陷。诬陷几个大成期老祖，天津会有证据，老子今天就掀桌了，直接把那几个老东西按在地上摩擦。4个大成，还只是明面上的，背后还有魔界的老牌贵族、修仙界的隐士家族、邪修组织。这些人盘根错节，像一棵树的根，挖不完。如果万仙盟已经被渗透和控制了，我们一点胜算都没有。就算宗主您能打，您能一个打4个吗？那怎么办？老夫今天怼了他们一顿，他们短期内应该不会有大动作，但这份平静不会太久。他们要飞升，要渡劫，时间不等人，大限说到就到，拖不起。所以宗主，我们要做什么？你们3个留下来，保护小平儿。您是说他们会对小平儿下手？他们本来是要炼化2界气运飞升，但炼化2界气运太麻烦，要打仗，要死人，要布局，要等时机。可是混沌灵根现世，让他们有了第2种选择。如果我是他们，我会想，与其炼化2界气运那么麻烦，不如直接炼化这个时代最大的气运者。混沌灵根本身就是这个时代气运的容器，炼化它一个和炼化2界，哪个更容易？所以老夫去查，你们3个守住他，不管发生什么，不管谁来，不管用什么理由，福音不能离开天宗宗。是，谁来都不行，老夫守着他。明天老夫要亲自去查案。宗主，您要出去很久吗？不一定，你留在宗门好好修炼，能挡合体期一击。宗主，这种护身符是不是要消耗修为？老夫修为高得很，消耗一点不要紧。宗主说不要紧，可俺知道，护身粉碎一次，就是他替俺当一次。这玉牌沉得很。
公主祝殿下。英奇，帮俺把这封信交给俺哥。还有别的要转达吗？跟他说，别把自己累死了，累死了没人给俺赚钱。是。哥要查魔戒，宗主要查证据，长老们要守着俺，师兄们也守着俺，俺也不能闲着。俺得修炼，得变强，至少以后别人想抢俺运气的时候，俺能先给他一剑。咱家剑宗团宠小师妹很好看嘞。不够。宗主，您吃得完吗？那锅肉够10个人吃的。路上吃不完还能卖。我的红烧肉。师兄姐。今天吃馒头。晨光照在四师兄背上，像一个被生活狠狠捶打过，但还得继续揉面的男人。宗主才回来2天，屁股还没把大天椅子坐热，人又飞走嘞。2800岁的人了，还安定不下来，跟没拴绳的灵兽似的，满修仙界乱窜。没了。翻译一下就是想老夫了也别发消息，老夫忙着呢。再翻译一下，他就是想让我们想他。这个阅读理解俺给满分。快快长大，快快长大，长大了就能卖了。这一路一定要成，一定要成，一定要成！白开水也有白开水的好，至少不会烫嘴。可这安静，俺心里不太踏实，像暴风雨来之前那种闷。说不上哪里不对，就是觉得有东西要发生。看好，这个不能吃。俺觉得他可能没听懂，也可能听懂嘞，但不在乎。三师兄，恁在干啥？学驯兽。哦，学个副业总没错。趁大长老在家，不要钱，不学白不学。哦，虽然没有钱养灵兽，但是我们有圣兽，比那些高阶灵兽威风多了。大长老，圣女果啥时候能吃？过2天。哦，俺过2天再来。你昨天也这么说的。昨天说的是过2天，今天说的也是过2天，不矛盾。这味中不是普通药香，是闻一下就想打坐的香。俺的脚咋自己拐弯嘞？稳住，稳住，这次一定能成。怪香嘞！俺就看一眼，真的就一眼，绝不捣乱，最多闻2口。当年老夫把你从食神宗忽悠来时，就说过，让你来天宗宗烧丹炉，比烧菜炉高级，没骗你吧？没骗。这一炉中阶回灵丹，价值几百上品灵石，是不是很有成就感？食神宗那群人就知道吃，暴殄天物。你会控火，会掌握火候，会判断温度，这不就是天生的炼丹师吗？烧菜和炼丹本质上一回事儿，都是火的艺术，都是火候的哲学。二长老这话说的怪有气势，听起来四师兄不像在炼丹，像在拯救天宗宗财政。成了！哇，怪香嘞！不是给你吃的，是给你试药的，吃和试不一样。好吃。算了，
好吃就好。 15。大师兄，能不吃吗？不饿。第21个，比宗主还多吃了一个。跑山太饿嘞。六师兄，俺这是药力消耗大。所以就是能吃。吴师兄，这个香薰是啥味儿嘞？安神香，助眠的。俺睡眠很好呀。我知道，但这个香薰闻了心情好。中，有道理。不中，再看下去，俺今晚不用泡，直接吐。六师兄，俺都金丹了，不用泡药浴了吧？有人盯上你了，更要变强。金丹初期和金丹后期差距很大，而且这个药浴比之前贵。之前那个100下品灵石，这个100中品。中吧，这个味儿像把100双没洗了袜子煮成汤，又往里加腐乳、臭豆腐和烂灵草。不中啊，真不中。大师兄每次都走这么快。大师兄怕你吐他身上。大师兄才不会这么想，啥时候说嘞？你上次泡药浴吐完之后，大师兄这个人啥话都放在心里，可偶尔说出来的话比他的剑还扎人。服用者反应呕吐，糖果压制效果有效。备注：下次提前准备糖。六师兄，能不能下次换个不抽嘞？能，但药效可能差一半。那还是抽吧。3岁半小孩睡不着，一般只有2个原因：一是白天睡多了，二是心里有事儿。俺属于第3种不想睡，但俺怀疑吴师兄说这秋千是让看俺修炼之余会不会尖叫嘞。事实证明不会尖叫，但会打嗝、封关嘞。这不是3长老念经的调子。禅宗的经俺听过，忘记长老每天早上都念一遍，平稳悠长，很无聊。这个不中，又尖又细，像针往耳朵里钻，一会儿像唱，一会儿像哭，听得俺后背怪凉。3师兄这葫芦怪有攻击性，馒头要蒸够时辰。4师兄做梦都在管馒头，这就是初修的责任感吗？5师兄大半夜了，估计又在研究新香膏。他这洞府，蚊子进去都得想迷糊。不对，这笔又对不上。6师兄业力激涨，比鬼还澎快，俺还是别打扰他了。万一他让我帮忙算账，俺可能比鬼还痛苦。大师兄做啥都没声，走路没声，呼吸没声，睡觉也没声，像一只修炼成精的猫。长老们应该也睡了吧，毕竟年纪大了，熬不了夜。俺这么想好像不太尊敬，但事实就是事实。嘘，这只生兽幼崽心比天宗宗炼剑平台还大，看门看成这样，真是让人很难放心。按道理俺该回去叫师兄，按道理俺该待在宗门大阵里面，按道理哪儿都不能去。但3岁半的好奇心，这东西很难讲道理。真是俺听错嘞！原来人在害怕的时候真能飞起来，不用御剑，不用法术，直接突破速度极限。你谁？这人一看就不是好人。安哥他们穿黑衣还有点帅，他穿黑衣就像画本里专门来抓小孩的坏东西。安哥说过，宗门大阵是大成期，也闯不进来了。安信，所以俺不怕，一点点怕也没有。哼，真嘞。
祖师爷这阵手感还怪重。他看俺的眼神不像看人，像看一块能卖钱的糖，不中，很不中。没人看见，应该还能当没发生过。来不及了！有人闯宗门！小师妹，发生什么了？有没有受伤？手呢？脚呢？胳膊腿呢？脑袋还在吗？在嘞。啊，没事儿，他在大阵外面，没进来。一个哥哥来得太快了，俺还没想好咋解释，家里人已经把俺围成馒头馅儿了。来者负轻伤而逃，至少练虚期。练虚期夜袭者来抓一个3岁半小孩，是月下禅阴。啥意思呀？这是一种禁术，专扰识海，祸乱道心。修为越高者，执念越易被引动，身陷幻境，永世沉沦。但对修为低的人，效果反而一般。你听到了什么？就是一个声音，很轻，像有人在念啥东西，听不懂，但听着怪不舒服，像有人拿针扎耳朵。小皮儿年纪虽小，但混沌灵根五感通达，能感知到寻常修士察觉不到的细微波动。施术者利用大阵特定频率，引动灵台共鸣，想让他自己走出来。所以是俺耳朵太好啦？差不多。那是俺耳朵的错？不是，是你好奇心的错。哦。不过好奇心重，很正常。别说3岁半，300岁的修士听到奇怪声音也会出去看看，这是人之常情，不是你的错。老夫300岁的时候听到奇怪声音也会出去看，后来发现是忘机在念经。老夫念经不奇怪。谁说的？你念经的时候调子忽高忽低，跟哭丧似的。那是禅宗的念经方式。反正难听。说正事。他们今晚失手了，还会再来。从今天起，小晴儿身边必须有人守着。老夫守白天，白天精神好，晚上熬不住。那老夫守夜班，老夫年轻熬得住，年轻200岁那也是年轻。我们呢？你们陪他加练，金丹期太弱了，人家练虚期来抓人，你们几个金丹期冲上去，是给人家送菜还是给人家表演？那俺是不是也得加练？你最该加练。俺就知道。以后听见声音先叫人。俺以后先叫人。不许自己出去。中，俺不自己出去嘞。公主殿下，英七，帮俺给俺哥带句话。请说。刚才有人来抓俺，连续期以上没抓到，被阵法弹飞嘞。还有跟他说，俺不是故意出去嘞，俺就是看了一眼，真的只看了一眼。少主会生气的。俺知道，所以你跟他说的时候态度好一点，语气软一点，最好在他心情好的时候说。少主什么时候心情好？他赚到钱的时候。是。小师妹。三师兄。下次不要一个人出去了，要出去叫上我。好，三师兄没有骂俺，可他越不骂，俺心里越怪不是滋味儿。以后真不能一个人出去了，不然家里人都睡不好嘞。老夫在查，勿念。看好小千儿，别让他出门，出门就把腿打断，软的那种。软的那种是什么意思？是打断之后再接回去，还是只挑筋不碎骨？依老夫看，就是皮肉伤，不动骨头。宗主虽然嘴毒，但对小千儿还是下不去手的。阿弥陀佛，有道理。俺不跑嘞。听见没有？腿
软的那种。你要是跑，别说宗主，长老们先把你拎回来。打不打腿不好说，秋肯定先没手。府主，秋千不能没收，俺不跑，真的，秋千也不许动。记住。你记住嘞！虽然俺不怕被打断腿，但被师兄们这么看着，俺哪儿都不能去，不仅不能去，还得加练，地狱加练。以前半个时辰，现在1个半时差稳，腿稳健才稳。三师兄，俺嘞腿已经不是腿了，是2根面条，软的能拧麻花。那就把面条扎成铁棍。吴师兄那不来是最温柔了吗？温柔不耽误纠正动作。俺怀疑吴师兄不再教俺练剑，他是在练自己的眼力和手速，而且练得怪准。气沉灵台，一手剑心，心动则剑动，剑动则气随。大师兄，恁这敲的跟三长老沐浴似的。醒神。也心疼。刘师兄，这次又是啥东西？温长老的珍藏方子，听起来就不中。玉灵宗宗主白敬心给他本命兽玄月灵狐用的，效果很好。这是灵狐用嘞？对，玄月灵狐泡完之后，毛色亮了3个度，速度提升4成。可俺不是灵狐呀。灵狐能用的东西，混沌灵根也能用，都是灵长类，差不多。而且你比灵狐值钱。你赶紧泡，泡完轮到小燕熬，她也得升级。俺先来。这真是给灵狐泡嘞，不是白宗族跟温长老有仇吧？疼痛反应明显，说明药力正在渗透。俺觉得他是在渗透俺的命。小燕熬，不许跑。咱俩都怪惨嘞。大长老大概怕俺半夜溜出去喂小燕好，顺便把自己也溜出去。俺是那样的人吗？算了，不好说。俺不出门不就好嘞？俺又不是非要出去，宗门挺好嘞，有吃有喝有秋千，俺不出去还不行吗？不行，这次是有宗门大阵护着，万一下一次没有呢？那永远待在宗门里。你能待一辈子？为啥不能？因为你还要出去找你娘。根据分析，小师妹以前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修为太弱。金丹初期在修仙界不算弱，但在炼虚境面前跟没有差不多。修为不是1天2天能提上去的，所以当前最现实目标是至少进阶金丹中期。金丹中期的逃命几率比金丹初期高至少5成。刘师兄，恁从金丹初期到金丹中期用了60年，还吃了几品进阶丹，俺就算是运气之女，也得好几年吧。那就继续加练，锻体能让你跑得更快。不对，就算再快，也比不上元婴，比不上华山，更比不上炼虚。如果有一天你能跑得比宗主快，我们就不用担心了。大长老，宗主是合体期，俺能跑得过元婴都是奇迹。那你就创造奇迹吧。对，你以前不也创造了很多奇迹吗？半年筑基，一剑打飞筑基期，妖兽见了你跑，渡劫多一道修复雷，打得很震慑。再夺一个奇迹怎么了？债夺了不抽，柿子夺了不压。你们还不如叫俺去当万仙梦梦主。可以，俺就是随口一说。等你足够强，就可以当宗主。当了宗主，就能当万仙盟岩主。那俺当了万仙盟盟主，是不是就不会被人抓嘞？当了万仙盟盟主，抓你的人会更多，但档次会高一些。至少不会派炼虚期来，至少大成期起步。那还是被人抓呀。对，但牌面不一样。小雪儿今天没出门吧？没有，吃饭都给他们看着，连多加一块肉都被盯着。那就好。宗主，俺在加练，地狱加练。那就好。
宗主，恁就不能说点别的吗？比如辛苦了，加油，老夫心疼你之类嘞。辛苦了，加油，老夫心疼你。这安慰怪像菜谱里现炒嘞，一点都不走心。宗主，恁查到啥了吗？南县的臊子面比北县多，但是北县的烩面好吃，配上盐川的腌萝卜更好吃。宗主，您现在在哪儿？食神宗。食神宗宗主不用去查案吗？食神宗又不是五大宗，又没调查任务，他特意给老夫留了个靠窗的位置，能看到后山灵田，风景很好，面也很好。好吃吗？比你做的好吃。新一代天骄米其林和宗主岳圆圆亲自掌厨，米其林那孩子刀工不错，就是火候还差一点。圆圆做的汤底是真的好，老夫喝了3碗。你们没吃过吧？下次带你们来。宗主，你变了。放心，老夫还是会回来吃你的饭的，但不是今天，也不是明天，后天不知道，看情况。老夫现在忙。我去和面。四师兄的背影很坚定，像一个失宠的妃子，决定用厨艺夺回圣心。大师兄，你睡着了吗？没有。那你闭着眼睛干啥？修炼。大师兄这个人连闭眼都不是睡觉，是修炼，这让俺这种想睡又睡不着的人怪惭愧。大师兄，你说他们为啥选俺？因为你是混沌灵根。可是混沌灵根又不是俺的错，俺生来就是这样，就像恁生来就是天灵根，都是天生的，凭啥还要被人抓？因为你最好用。混沌灵根能吸收天地间所有灵气，是气运最好的容器。把你炼化了，他们就能得到这个时代最大的气运，所以他们选你。大师兄，你会一直保护俺吗？会。就算俺跑得慢？会。就算俺贪吃？会。就算俺半夜偷偷溜出去？打断腿。好吧。所以别出去。中，俺不出去了。不是俺做错了什么，是俺太好用。这话不好听，但大师兄说了真。可俺也不是谁都能拿走的东西，俺是天剑宗的小师妹，他们想抓